发狂般扇着男人的耳光，可对方非但不反抗，还玩味地询问要不要扇另一边，贴心温柔地抓住女孩，建议您拿根棍子来扇，不然手弄伤了我会心疼的呢。他呆呆地看着眼前的疯批，难以想象他是自己曾经深爱了几十年的男人。女人名叫艾安娜，原本是公爵家的小女儿，可却在某天被敌对家族陷害，除她之外的所有人全都嘎了，而拼命保护她逃走的人，正就是自己的骑士阿贝尔。艾安娜喜欢上了这个为她奉献一切的男人，她养精蓄锐多年，终于有了复仇的能力，却在最后的大战中惨败，自己也被死敌罗塞尔家族给囚禁起来。只要你求饶我便放过你，可她却从未屈服，即便自己会因此饱受折磨。在这段漫长的时间中，艾安娜最为牵挂的就是阿贝尔，好想再见你一面啊。思念无时无刻充斥着全身，直到艾安娜被处刑的前一天夜晚，那个心心念念的男人终于出现，他显得很是激动，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但阿贝尔的表情似乎有些奇怪。我亲爱的艾安娜小姐，想逃跑的话，我建议您还是算了吧。你的故事已经马上结束了，但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我真的很好奇呢，若是给您重来一次的机会，您的故事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阿贝尔看自己的眼神，就像在看玩具一样。他朝着艾安娜伸出手，来吧，我亲爱的小姐，和我签订契约，您便能回到过去改变这一切。这个世界并没有魔法这种东西，所以艾安娜认为阿贝尔是投靠了罗塞尔家族，以此来说服自己妥协吗？并不是哦，小姐，这是您唯一的机会了呢，您马上就会被处刑，再不做决定就晚了。他盯着阿贝尔看了许久，伸手一把抓住对方，即便你背叛了我，但只要能灭掉罗塞尔家族，我什么都愿意，我把我的一切都给你。好的呢，小姐，我已经收到了，轻轻吻上手背，希望在接下来的故事里，小姐能迎来您想要的结局呢。时空在这一刻开始混乱，艾安娜再次睁眼之时，侍女久违的声音传来，已故多年的人就站在面前，镜中映射出的那张脸是年少时的自己，早已被灭亡的里哈普家族，只在记忆中活着的至亲们就站在下面，罗伊德哥哥、塞利亚姐姐，还有布莱尔，大家都真实的活着呢。似乎那个悲剧只是一场梦，他眼中忍不住的流出眼泪。姐姐很是担忧，小妹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他紧紧握住姐姐的手，好似害怕对方会消失一样。府邸的大门被推开，像在等待什么。艾安娜已经记不得今天是什么日子。那几辆马车缓缓停下，里哈普公爵走下车，从他们口中得知父亲刚出差回来，他把阿贝尔叫了出来。这小子是自己新收的骑士，从今天开始就是家族的护卫了，请多关照了哦，小姐和少爷们。艾安娜瞬间想了起来，就是在阿贝尔成为护卫后的1个月后，里哈普家族就惨遭灭门。她竭力控制住内心的情绪，直到晚上，艾安娜静静地等待着。如果这一切不是梦，阿贝尔肯定会来找自己。那些痛苦的回忆袭来，被灭族的他原本根本不可能逃过敌人的追杀。另一个名为帕西托家族的人知道了这件事，他们救了艾安娜一命，而代价便是嫁给帕西托家族那个痴呆的小儿子。平民他们看不上，落魄的贵族刚好合适。艾安娜忍气吞声多年，甚至为帕西托家族生下了一个儿子。唯一支撑他没有崩溃的原因，就是阿贝尔至死不渝的守护了。小姐，我实在忍受不了你继续受苦，我们逃走，远走高飞好吗？即便是拼上这条性命，他对阿贝尔的爱意深深嵌入内心，但理智告诉他不能这样做。好在几年后一场灾难病毒袭来，帕西托家族的高层基本上都因此而倒了，自己代替年幼的儿子成为了家主，终于获得了想要的权利，他终于有了对抗罗塞尔家族的力量。可惜事与愿违，最后迎来的还是失败。房门被打开，阿贝尔缓缓进来，果然不是梦。阿贝尔，你到底是个什么人呢？男人嘴角玩味，我是什么人呢？我是里哈普家族的护卫，也是小姐您最忠实的骑士啊。当然我还有一个身份，你可以称呼我为恶魔，能让时光倒流的恶魔吗？那疯癫的表情确实有点像呢，但这些都不重要了，我只想知道一件事。好的呢，小姐您请讲，为什么要瞒着我整整13年，直到现在才告诉我你真实身份？阿贝尔歪过头，似乎听到什么好笑的事情。因为小姐您又没问我呀。艾安娜愣在原地，对方轻佻的声音让她感觉好陌生，用力握紧拳头，戏谑般的语气，小姐您是想问我为什么不早点帮你吗？您不知道吧，恶魔都喜欢看故事，但那些虚构的感觉太腻了，所以我准备亲自在你身边好好体验，毕竟你是我唯一选中的女主角嘛。而且小姐您的故事真的很有趣啊，要帮你回味吗？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你掌控了帕西托家族后，还以为你能成功复仇呢，真是令人感到惋惜。女孩全身不停颤抖着，她表情犹如暴风雨前的平静。我以为你陪在我身边10多年是因为爱。对的呢，小姐，我真的很爱您的。艾安娜忍不住的一拳砸向桌子，眼睁睁看着我受苦。你就是这么爱我的吗？怎料男人笑得更灿烂了。相信我，小姐，我是真心的。作为观众的我一直都爱着主角呢，当然对主角最冷漠的也同样是观众，毕竟没有苦难的故事，不是显得很无趣吗？但我觉得这个结局不是我想看到的，所以我决定给您一次改变的机会。艾安娜的眼神陷入呆滞。这么说的话，你留在我身边就是为了看热闹吗？是的呢，小姐，您可真聪明呢。女孩朝着他一耳光扇去，而阿贝尔却是一脸邪笑。需要打另外一边吗？他再也忍不住朝着男人狂扇，竭力发泄着心中的不满。我那么爱你，那么相信你，你却一直把我当小丑。他的手已经软了。阿贝尔轻轻握住她的手腕，小姐，要不拿个棍子来吧，只要您能消气就行，要是受伤了，我可是会心疼的呢。女孩一把甩开他的手，她的情绪冷静下来。阿贝尔，你知道我曾经有多爱你，但是现在我恨不得打了你，这可不好办的，小姐，因为您的故事我是必须要看到结尾的，而且您放心，我会一直站在小姐您这边的，并会竭尽所能的帮助小姐您的。他的坏笑似乎让艾安娜很不适，现在立刻马上从我面前消失。好的呢，小姐，你早点休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会离开您的哦。女孩精疲力尽的倒在床上。阿贝尔是恶魔吗？真是离谱。
小说都不敢这么写。但很快他便回过神来，回到过去既然已成事实，那么自己现在要做的就是该如何阻止1个月后的悲剧再次发生。记得那天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只是在晚宴中父亲先是吐了血，所有人都像是中毒了一样，接着无数骑士便闯了进来开始屠杀。每次想起那一幕，脑中的恐惧都久久散不去。关键现在若是告诉父亲，他估计不会相信，必须赶紧行动起来。自己需要情报，自己可以利用未来的记忆来反向推理。眨眼过了好几天，侍女跟艾安娜梳头的时候，每次都会提起阿贝尔。小姐您知道吗？那个新来的骑士真的好帅啊，而且为人非常亲切。艾安娜露出职业假笑，那你可能不知道那些都是装出来的。他把侍女们打发出去，沐浴的时候，他发现了胸口上的印记。阿贝尔，这肯定和你有关系吧？真聪明的小姐，那可是你跟我契约的证据哦。小姐找我来不会单纯只是印记的问题吧？艾安娜转过身，你说过会帮我吧？是的呢，我亲爱的小姐。她并没有原谅阿贝尔，但此刻的自己必须利用一切可利用的人物来守护好自己最为珍贵的那一切。即便你是恶魔，那又如何？阿贝尔轻轻抬起手，阵阵黑魔法在手中弥漫。虽然我不知道你想要我做什么，但若是付出相应的代价，我可是什么都愿意为您做的哦。那么你帮我组建一支骑士大军吧，能够足以除掉罗塞尔家族的大军。很抱歉哦，小姐，这个要求我无法满足您了。女孩都懵了，不是哥们，你刚刚还说愿意帮我的吧？而且我也愿意付出相应的代价。那小姐您是不是忘了，我们契约的时候你就把一切都给我？好小子，你在玩我对吧？既然你不肯让我借用恶魔的力量，那你就滚出公爵府吧，否则我就告诉父亲你是恶魔，你应该承受不住火刑吧。小姐还特意调查了我的弱点，不愧是我选中的人，真是聪明。不过除了我们两人之外，别人可听不到关于恶魔的任何内容了，毕竟保密很重要。艾安娜正想动怒，阿贝尔却忽然就像变了个人一样，他一拳捏散了黑魔法。虽然恶魔阿贝尔没法帮你，但人类阿贝尔是可以的哦。只要是人类能做的事情，我什么都愿意的呢，小姐。现在的处境您也知道，骑士们根本不愿意听您的差遣，因为您是年幼的女孩子，而我剑术又是一流，将我带在身边说不定有些奇妙的作用哦。更重要的是，您拥有未来的记忆，无比的愤怒和决心，女孩自己都不知道，阿贝尔是在教导她往正确的方向前进。所以我亲爱的小姐，能否考虑一下把我带在身边呢？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是您最忠实的后盾。艾安娜感觉她像是双面人，她甚至差点产生了错觉。可忽然房门被敲响，姐姐塞利亚走了进来。新来的骑士怎么在小妹房间？男人缓缓离开，姐姐若有所思，她感觉小妹有点不对劲。虽然他长得挺帅，但你可要谨言慎行啊，毕竟你是有未婚夫的人。女孩的记忆汹涌而来，他喵的，差点把这茬给忘记了。那个可恶的渣男！姐姐让他坐下。礼服准备好了吗？明天的宴会可别迟到。10多年前的事情谁还记得？可在听到弗莱塔的名字后，陈峰的记忆忽然苏醒。即便忘记了宴会，弗莱塔这个人他绝对不会忘。罗塞尔家族的长女，贵族中的万人迷。也就是说，在自己家族被灭门前的1个月，弗莱塔竟然还邀请了我去参加他的宴会。那我可真是太期待了，终于能见到罗塞尔家族的人了。第二天的马车内，艾安娜还是带上了阿贝尔。男人似乎并不惊讶，艾安娜也需要一个能信得过的护卫同行，好不容易能有获取情报的机会。要不阿贝尔你去把罗塞尔家主给暗杀了吧？他认为对方肯定不会同意，怎料阿贝尔一口答应下来。好小子，让你做蠢事就愿意是吧？艾安娜需要的是说服父亲的底牌，包括之前的10多年内，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罗塞尔家族会盯上他们？因为罗塞尔灭了里哈普家族的理由非常荒谬。说小姐，您父亲想暗害陛下，对于忠诚派的里哈普家族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当今陛下是2皇子，原本他是没有皇位继承权的，奈何大皇子和先皇忽然就嘎了。事实上，所有人都知道2皇子就是凶手，可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对的呢，就因为他是唯一的皇室血脉。艾安娜认为罗塞尔家族对自己出手的原因，首先2家都是先皇的忠臣，2皇子继位后2家族便会被打压，所以罗塞尔才策划除掉了里哈普家族，解决了2皇子的眼中钉之一，还给他交了一张投名状。其次，他还能吞下我们家族的财产，以此巩固他们家族的力量。最后就是先皇在的时候，父亲手中握着大权，而且我们4个兄弟姐妹都没有和其他贵族联姻，所以即便处理掉我们，也不会有任何后患。真不愧是我的小姐，分析的头头是道呢。但还有一种可能，会不会罗塞尔家族只是单纯的觉得有趣呢？艾安娜静静地盯着他，有趣吗？就像你因为有趣而追随我一样吗？阿贝尔邪魅一笑，怎么了？您失望了吗？不，没有期望就不会失望。虽然内心深处的他对阿贝尔还似乎有一丝期待，那不是自己能控制的。你想看最精彩的故事对吧？我会满足你的，毕竟我们只是一场交易而已，不用付出感情的那种。宴会大厅非常热闹，艾安娜并没有发现弗莱塔的踪迹。迎面走来几个贵族，热情地和艾安娜打着招呼。深吸一口气，表演开始，露出迷人的职业假笑。哈喽啊，艾瑞巴蒂，古德莫，您好久不见了。虽然早就已经忘记他们是谁了，相比较于艾安娜，他们似乎对阿贝尔更为上心。谁家的护卫长得这么帅啊？见他们对着阿贝尔围了上来，艾安娜赶紧腾出位置，你就在这里陪着小姐姐聊天吧，毕竟你这么会演戏，一定能讨他们开心的。她用上厕所为借口走出了宴会厅，殊不知阿贝尔在那一刹那，眼神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就像真的失去情感一样。艾安娜可不想在大厅浪费时间，赶紧找到弗莱塔，才有机会打探到情报。走廊上全是罗塞尔家族的画像，这个卑鄙的
的老男人，安斯罗塞尔，等着吧，终有一天我会把你的脑袋给挂在这里。忽然身后传来一阵稚嫩的声音，真是讨厌，我才刚刚走出来就被发现了，赶紧转头一脸歉意的陪笑，对不起，我只是想透透气的，没想到迷路了。可当他看清男孩的面容后，又是一阵痛苦的回忆袭来。男人名叫埃雷兹，罗塞尔家族的小儿子，把自己囚禁多年的男人，重生前第一次和他见面就是在那次大战前夕，他独自来我的营地，甚至大言不惭地劝我投降，因为他哥哥智商有点低，所以即便不是长子，他也获得了家族的继承权。埃雷兹也是自己最难对付的敌人没有之一，最终也是败在他的手下。没想到竟然见到了幼年时期的他，尽管现在的他看起来人畜无害，但我却恨不得现在就嘎了他。怎料埃雷兹看清女孩的面容后，脸颊竟然害羞得通红起来，他结结巴巴地叫出艾安娜的名字，在女孩诧异的目光下，绅士地亲吻了她的手，露出那阳光般的笑容。好久不见了吗，艾安娜小姐？女孩顿时一惊，自己以前和她见过吗？难道她也是从未来回来的吗？艾安娜强制让自己冷静下来，怎料对方的表情让女孩都愣住。不是哥们，你在脸红什么？而且我们见过吗？埃雷兹没有回答女孩的问题，反而先入为主。小姐刚刚说迷路了是吧？那正好我们去散散步吧。接着他带艾安娜来到花园，宛如恋人般缓缓走着。埃雷兹不断找着话题和女孩聊天，随手摘起几朵花递到艾安娜面前。很抱歉没有事先准备，但我觉得这些粉红色的蔷薇花很适合小姐。女孩配合的收下，谢谢你了小哥哥，我真的很喜欢。无人注意之时，眼神冷了一秒。虽然埃雷兹现在年幼，也不是长子，但说不定会知道些情报，这也是女孩跟着他来到花园的原因。少爷，您说好久不见，我们什么时候见过吗？男孩顿时沮丧下去，满脸的不开心。您果然不记得了吗？艾安娜彻底懵了。不是哥们，你为什么会这么失望？但为了配合他，对不起少爷，我是真的忘记了。原来他们曾在一场普通的宴会中有过一面之缘。见艾安娜道歉，男孩顿时慌了，他甚至有些激动。您不用道歉的，毕竟那个时候人太多了。通红的脸颊就像是正在表白一样。见状，艾安娜明白了，这小子该不会是在暗恋我吧？憎恨了10多年的家族仇人，互相战斗过无数次，想着他前世将自己囚禁起来，还逼着自己投降，难道是为了满足他的征服欲？这么说的话也能说通，只是没想到年幼的他竟然喜欢我。既如此的话，这也是一张非常值得利用的牌呢。接着艾安娜露出一个迷人的笑容，果然少爷就是有风度呢，包容心又强，我真的越来越喜欢您了呢。埃雷兹瞬间心花怒放，在艾安娜的美人计下，埃雷兹很快便袒露了心声，他结结巴巴的，其实从上次宴会回来，我就一直很想再见您一次。见他这么单纯，女孩竟然产生了一丝迟疑，自己利用他真的正确吗？他甚至有种愧疚感，但仅仅2秒半，这些愧疚便消失不见。就现在这一秒，埃雷兹的父亲还在想着怎么灭掉我们家族，我怎么能犯傻呢？男孩向艾安娜提出邀请，如果可以的话，我想邀请您参加几天后的狩猎聚会，小姐您看方便吗？可还没等艾安娜说话，阿贝尔阴森森的声音传来，两人均是一惊。哎呀，对不起呢，小姐，我打扰到您聊天了吗？如果真的打扰了，我也没办法，毕竟保护您是我的工作呢。女孩有些不爽，虽然很想立刻马上骂他一顿，但自己现在必须在埃雷兹面前保持少女人设，只能无奈的嘟起小嘴。啊，对，你打扰到我了。埃雷兹见状显得非常大度，没事的小姐，我们什么时候都能聊，甚至还伸手挡在艾安娜前面，你这其实也太不守规矩了，主人在聊天怎么能随意打断呢？抱歉的两位，弗莱塔小姐来到宴会厅了，毕竟是您姐姐组织的宴会是吧？艾安娜知道阿贝尔是来提醒自己，但内心的不爽也是真的，只是在无人注意的时候，阿贝尔看到艾安娜的手挽住埃雷兹，他的眼神竟然瞬间冷了下去。宴会厅内见到艾安娜的到来，弗莱塔似笑非笑的表情，哎呦喂，艾安娜小姐，还以为您不会来了。女孩竭力伪装着自己，这个女人还是和前世一样令人讨厌，早就到了呢。埃雷兹少爷带我参观了一下，不得不说罗塞尔家族的花园确实挺美的呢。原来如此哦，只要您开心就行了。接着忽然话锋一转，不过好像听说艾安娜小姐，你是和迈尔少爷订婚了对吧？我可是非常恭喜您呐。此话一出，人群顿时炸锅，大家纷纷开始八卦起来。艾安娜不知道弗莱塔的目的，为何要现在把这个事情摆出来说，只是一旁的埃雷兹顿时一颤，就像是失恋一样。弗莱塔也精明的看在了眼里，要不下次宴会就由艾安娜小姐举办吧，正好大家伙祝贺你订婚。此话一出，艾安娜瞬间想起来了，记忆的碎片在归位，就说怎么好端端的受到了袭击。那时候的自己想都没想，便邀请了在场的所有人，给了罗塞尔家族一个绝好的潜入机会。这么说的话，弗莱塔是肯定知道突袭的事情，所以艾安娜准备将计就计，那可真是太好了呢。到时候我会好吃好喝的招呼大家的，特别是您呢，弗莱塔小姐，多谢您给我这次机会，不客气哦，大家都是好极美。说完，弗莱塔便找了个借口离开了宴会厅。看着他的背影，艾安娜已经确信这场宴会就是为了自己而准备的。弗莱塔，你肯定以为把我拿捏了吧？你们想对我家人做的一切，我一定会百倍奉还的。忽然，埃雷兹走到他面前，语气都显得很失落。小姐，您竟然订婚了吗？艾安娜没有否认。男孩呆呆地看着她，过了几秒，终于艰难地挤出一个笑容。那么就恭喜你了。接着便转身直接离去。而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艾雷兹少爷肯定喜欢艾安娜小姐，但这些对于艾安娜来说根本不重要。这时阿贝尔才缓缓来到她身边。怎么了，小姐？您心情不好吗？看样子今天是没有得到您想要的答案呢。艾安娜邪魅一笑，不，阿贝尔，想要的东西
已经找到了呢。男人诧异的抬头，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收集到了情报吗？怎料艾安娜忽然抬住男人下巴，听好了，阿贝尔，这件事需要你来配合我了，懂吗？很快他们便回到了里哈普公爵府。艾安娜把罗塞尔家族准备偷袭的事情告诉了父亲，她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听到的一定是真的，是安斯亲口和他部下说的。父亲陷入迟疑，虽然先皇在世的时候自己和安斯吵过几次，但也不至于说带人来灭族啊。而且我女儿应该是不会说谎的，就知道父亲没那么容易相信。他眼神朝着阿贝尔一瞥，小子，该你表演了。果然就在下一秒，阿贝尔径直地跪了下去，表示小姐并没有说假话。怎么你也听到了吗？对啊，当时真的很危险，小姐就隔着安斯2米半，差点就被发现了。他们计划在15里下毒，然后趁虚而入。见父亲已经相信，艾安娜才淡淡松了口气。只是她想不通，为何父亲会这么信任阿贝尔？因为愤怒而涨红的脸，阿贝尔的表情满脸恨意，就像是真的听到了似的。演技果然是一流，也不枉我被骗了10多年。下毒吗？那就是佣人里出现了叛徒。他让艾安娜回去休息了。乖女儿，辛苦你了，这件事交给爸爸就好。离开房间后，阿贝尔差点没笑出声来。小姐，您的演技可真是精湛呢。艾安娜一脸不屑，在你面前说演技，不是大到面前耍关公了吗？小姐您说笑了，不过看您在艾雷兹面前小鸟依人的样子，还挺可爱的呢。虽然我一直讨厌爱情故事，我爱他喵个麻花情，我只是在利用他而已。原来如此，我就说艾雷兹怎么可能露出那种表情？确实啊，我也是第一次见到，真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以后变化会那么大。也许是战争和岁月，把温柔的少年变成了铁血的君主吧，就像是曾经的我一样，变成了一个复仇者。真是世事无常，大肠包小肠。所以我决定给你重来一次的机会是正确的选择。正确的选择吗？马上就要开始你最讨厌的爱情故事了。我那个未婚夫迈尔估计明天就要来找我了。阿贝尔一副看戏脸，曾经的你们确实是爱情故事，一个纯真的少女爱上了一个帅气的男人，他的名字叫迈尔艾贝克，明明是人尽皆知的花花公子，但艾安娜小姐却就是喜欢他。然后有一天，艾安娜小姐的家人都嘎了，艾安娜小姐准备去投靠她的未婚夫，可惜人家连门都不给你开。更可悲的是，最后你未婚夫的家族还投靠了罗塞尔家族。女孩忍不住给了阿贝尔一脚，请不要帮我回忆了好吗？第二天一大早，艾安娜刚刚起床，便看到从学院回来的布莱尔。弟弟虽然年纪比自己小，但他却出奇的沉稳，比同龄人都要成熟许多，甚至会显得有些沧桑。艾安娜知道布莱尔过来找自己的目的，毕竟迈尔马上就要来了。曾经的他就极力阻止自己和迈尔在一起，可惜当时的自己恋爱脑上头了，什么都听不进去。但现在不一样了，布莱尔男孩有点猛。姐姐这是怎么了？以前说到迈尔的坏话他就会发火，可能姐姐想通了吧。不过现在要解除婚约是不是太迟了点？布莱尔很认真，如果是单纯的反悔确实是件麻烦事。艾安娜也知道这肯定会影响家族的声誉，所以自己必须找到万全之策才行。男孩忽然有些心疼艾安娜，他轻轻握住女孩的手，姐姐我会永远支持你的，因为你的人生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想解除就解除吧，家族的事情先放一边，我相信父亲也会理解的。艾安娜呆呆地看着他，布莱尔你还是这样，总是什么都为我考虑。艾安娜很欣慰，她轻轻地抚摸着男孩，怎料却被男孩一把推开。别把我当小屁孩，我说的是认真的，姐姐肯定知道你是认真的。但布莱尔啊，你在我心中一直都是小孩子呢。忽然管家打断了他们，告诉他们迈尔公子已经到了。刚到大门口，一个油腻男便飞了出来。Oh my god，我的未婚妻，你想我了吗宝贝？两人像是吃了200斤肥肉，差点就吐了。迈尔径直地朝着艾安娜走去，抬手便是一个吻。布莱尔实在是受不了了，一个闪现到大门口，我还有事先走了，你们慢慢聊。迈尔还挺迷惑，你弟弟为何总是这么忙？接着又冒犯般地吻了艾安娜额头，女孩觉得恶心极了，便伸手将他推开。怎料男人却一脸坏笑，我们马上都要结婚了，你还这么害羞，那可不好玩哦。艾安娜现在很想给他一巴掌，但理智还是让自己忍住了，好不容易正常点了。迈尔又恬不知耻地表示想留下来过夜，艾安娜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客房的床单已经洗了，真是抱歉。那艾安娜小姐的房间也洗了吗？他一直在试探艾安娜的底线，甚至觉得喝茶不过瘾。他拿出带来的红酒，没有询问艾安娜的意见，便自顾自地倒入杯子。这可是好酒呢，我的宝贝，你赶紧尝尝。女孩的脸色顿时冷了下去，她清晰地记得在前世自己喝了一杯他带来的酒后，差点变成神志不清的废物，不知道他在里面放了什么东西。越想越气，艾安娜一酒瓶给他脑袋上砸去。当然这只是幻想。艾安娜婉拒了红酒，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找到他的把柄，顺利地解除婚约呢？艾安娜不再说话，静静地思考着对策。见气氛冷场，迈尔又邀请他跟自己去参加狩猎聚会，是格伦罗塞尔组织的呢。艾安娜顿时一惊，埃雷兹的大哥吗？也就是埃雷兹那天邀请自己的那一场狩猎会吗？她直接答应下来，虽然有些不确定性，但总比在家里待着强得多。第二天一大早，他们便来到了森林。艾安娜依然把阿贝尔带着身边，至少为了确保安全。怎料他们刚刚到达目的地，埃雷兹便迎面而来。好久不见了，艾安娜小姐，哥哥身体不舒服，所以我代替他来的。见艾安娜没有说话，埃雷兹竟然显得很失落。抱歉了，艾安娜小姐，是我的到来让你不自在了吗？若是这样的话，我马上就走。女孩赶紧表示没有这回事。也就在这时，迈尔出现在身后。哎呀，艾安娜小姐，都说我会保护你的，怎么还带个骑士啊？一头黑毛看着就有点讨人厌呢。阿贝尔当然不会在意迈尔的狗叫行为，迈尔露出一个自以为很帅的表情。走吧，宝贝，我们上马，让你的骑士就在这里等我们吧。别担心的啦，就算是碰到野兽，我拼上命也会保护你的。他喵的，
好油腻，好想吐。而为了不引起怀疑，艾安娜只能配合，正好也趁机会观察一下阿贝尔。你说你永远站在我这边，那么你到底会不会跟来呢？可下一秒，艾安娜脑海中便出现阿贝尔的声音：放心吧，小姐，我会守护好你的呢。恶魔的低语只有艾安娜才听得到。看他们走远后，阿贝尔的身体竟然在缓缓消散，仅仅2秒半，便化成了一缕黑雾。这边的艾安娜已经来到了丛林深处，迈尔一路上都在讲着情话。艾安娜想吐，埃雷兹想哭，可忽然间，一阵阴森森的气息，四周陷入寂静。前方不远处传来阵阵惨叫声，迈尔顿时吓得一哆嗦。埃雷兹也发现了不对劲，女孩在想着会不会是谁的阴谋。迈尔已经吓尿了，他直接掉头表示先回去找护卫来，但埃雷兹却觉得现在太晚了。我们得去看看，若是有人受伤就不好办了。迈尔牵马的手都在颤抖，艾安娜一脸的嫌弃，前世自己怎么会看着这么个垃圾。埃雷兹已经冲上前去了，迈尔似乎觉得面子挂不住，还找借口说是为了保护艾安娜，要是让小姐你受伤我会心疼的。女孩也不拆穿他，捧杀开始。埃雷兹少爷说不定会有危险的，迈尔公子不是狩猎高手吗？区区几头狼对您来说应该不算什么吧。被架起来的迈尔也没了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可刚刚走了没2步，埃雷兹的马便惊慌地跑了出来，埃雷兹捂住腹部倒在地上，映入眼帘的是几个黑衣人。见到赶来的迈尔2人，黑衣人直接拿出弩箭对着艾安娜。千钧一发之际，埃雷兹忽然抬起剑往对方的马腿上面刺去，对着2人大吼。迈尔赶紧带着小姐逃，话音刚落便被一脚踹飞。见状，迈尔直接开溜，他全身细胞都在颤抖。可恶可恶可恶，老子不想死了，我还有好多恋爱没有谈呢。艾安娜觉得他实在是太蠢了，对方有弩箭手，你他喵的跑直线。果然就在下一秒，一箭便射中了迈尔肩膀。艾安娜知道自己不能再演了，她眼神瞬间变得格外犀利，抬手抢过马的控制权。前世她的骑马技术早已练得炉火纯青，她朝着树林茂密的地方跑去，想着要不把迈尔给甩下去。可这家伙实在抱得太紧了。忽然她便想起刚刚来的时候，前面有一处悬崖，她把黑衣人引到悬崖旁边，精准地把握好距离，一个急刹车加上掉头把马给停了下来。可黑衣人就没了这么好的运气，危险解除，艾安娜终于松了口气。迈尔还在瑟瑟发抖，不是集美你身手这么好。接着他们来到埃雷兹这边，男孩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似乎伤得非常严重。不是还有几个黑衣人吗？为什么走了？艾安娜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她轻轻把埃雷兹抬起来，男孩总算是清醒过来，而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询问艾安娜有没有受伤，眼神中全是对女孩的担忧。艾安娜内心忽然一颤，这小子明明自己伤得这么重，见女孩没事。埃雷兹艰难地抬起手，朝着女孩的脸颊上抚摸过去。太好了，只要小姐你没事就行。女孩内心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她告诫自己一定不能心软，这家伙是自己未来的仇人。也就在这时，迈尔忽然开始惊恐起来，朝着他的视线望去，一群狼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艾安娜还在思考对策的时候，迈尔竟然一个人骑马跑走了。这下艾安娜有点绝望了。狼群在渐渐靠近，他们是被埃雷兹受伤的血腥味吸引过来的。艾安娜开始害怕起来，她可打不过这么多狼，自己的复仇难道就要化为泡影了吗？还有我想守护的人们，可狼群不给她一点时间，径直地扑向他们。她有些绝望地闭上双眼，大吼阿贝尔的名字，直到又一次死亡的气息传来。他脑中弥漫的全是那个至死不渝的骑士阿贝尔，想象中的疼痛没有袭来，睁开眼睛，是阿贝尔吗？是那个我最期待的人吗？一道虚弱的声音将他拉回现实，是埃雷兹。他忍着剧痛站了起来，放心吧，艾安娜小姐，我一定会保护你的。他坚定地站在艾安娜前面，我来吸引他们注意力，小姐您赶快逃。艾安娜脑中非常乱，为什么会这样？他是我的仇人啊，为什么他即便拼上性命也要保护我？那个背影为何这么熟悉呢？可埃雷兹受伤的身体又怎会挡得住狼群呢？在倒下去的最后一秒，他转头看着艾安娜，小姐赶快逃啊！男孩重重地摔在地上，艾安娜根本来不及逃跑，狼群已经一跃而起，千钧一发之际，一团黑雾挡在女孩前面，狼瞬间被弹飞几万米。阿贝尔宛如死神般站在上方，他的恶魔气息散发出来，女孩感觉一时间竟无法呼吸，而他们便像是看到什么可怕的存在一样，紧紧瞪了他们一眼。狼群四散而逃，不仅是狼，女孩的感觉也很恐怖，像一座大山压在身上。阿贝尔一个闪现到女孩身边，可刚刚伸出手便被艾安娜打飞，你别碰我！发自对恶魔内心的恐惧，阿贝尔迟疑了1秒，打了个响指，恶魔的气息消失，他又恢复了坏笑。看来您没有受伤呢。女孩正想说什么的时候，护卫们纷纷赶来了，看到一地的狼藉，他们都慌了，赶紧把埃雷兹抬走治疗。迈尔则不要脸的一把抱住艾安娜，女孩用力一把将她推开，她也终于找到了解除婚约的理由。正好这里人多，迈尔公子，我对你实在太失望了，你竟然能抛下自己未婚妻独自逃走，我们的婚约可以解除了，你这个油腻自私胆小的懦夫。艾安娜也被医生带走检查了，阿贝尔心里爽翻，你小子怎么不继续狗叫了？第二天的里哈普公爵府内，哥哥罗伊德一脸担忧地蹲在女孩旁边，还好你没有受伤，早知道迈尔是这种人，我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你跟他出去的。得知是阿贝尔救了女孩，罗伊德也不再多唠叨，好好休息吧，小妹。他拍了拍阿贝尔的肩膀，像是嘱托一样，守护他。艾安娜拜托了。待哥哥走后，艾安娜脸色开始阴沉起来，你解释一下
下吧，小姐需要我解释什么吗？别跟我装傻。在我跟迈尔进入森林后，你在哪里？你做了什么？你说你一直跟着我，那我被黑衣人追杀的时候，你人呢？怎料阿贝尔却没回答女孩的问题。生死攸关的时候，骑士救了主人，不是浪漫小说中常常出现的剧情吗？虽然艾安娜在竭力忍耐着，但回想起当时阿贝尔的样子，她还是会忍不住的恐惧。但即便是这样，我也必须承认，在遇到死亡的威胁时，我一直在期待着阿贝尔的到来，那个对我至死不渝的骑士。所以现在艾安娜很纠结，她一直试图在阿贝尔身上找到曾经那个阿贝尔的痕迹，她很害怕，很害怕。现在的阿贝尔像在看戏一样，哪怕是自己自欺欺人，我也希望自己所爱的那个阿贝尔不是伪装的。我是真的不想让这份希望破灭，所以阿贝尔，求求你快点解释吧。可阿贝尔还是一副坏笑，他略微思索了一下，你想要解释对吧？其实我也被震惊了，没想到剧情会发展的紧张感这么强烈。嘿嘿嘿，果然没有白白侍奉您，让我看到了这么精彩的故事。怎么了，小姐？您是失望了吗？您是不抱任何期待了吗？不过您也不用担心，若是下次小姐您遇到危险，我也会像这次一样，在最关键的时候救您的呢。怎料艾安娜的表情瞬间一变，她满脸柔情地看着阿贝尔。为什么？为什么我觉得你是在说谎呢？阿贝尔愣了一秒，接着伸手紧紧握住艾安娜，双腿跪在地上，似乎很伤心一样。对不起，小姐，真的对不起，我真的很担心，很担心你。说着说着，他竟从沮丧瞬间邪笑出来，抬头冷冷地盯着艾安娜。小姐，您是想听到这样的回答吗？艾安娜的内心忽然一阵阵刺痛，她还没说话，阿贝尔便轻轻吻了她的手。可怜的小姐，您一直在寻找那个人类阿贝尔，所以你希望我说的都是谎言。但是您看啊，他把恶魔气息凝聚在手中，我是恶魔啊，我可以是个坏人，也可以是个骑士，也可以成为天使。女孩的表情重新恢复冷漠，她忍着恐惧吹掉那股黑气。在阿贝尔转身的时候，她不敢说出来，那是艾安娜给自己的希望，那是一束光芒。那个时候我撇开她的手的时候，我明明看到了阿贝尔的表情很伤心，那种伤心的表情肯定不是伪装的，肯定不是。忽然阿贝尔又转过头，对了，小姐，罗塞尔家族来信了，因为艾安娜小姐的骑士救了她一命，所以他们送来了邀请函。小姐打算怎么做呢？不用想，肯定得去见一面，至少还有些事情必须要得到确定。而在另一边，埃雷兹已经清醒了过来，在听说艾安娜要过来的时候，他激动的杯子都摔碎了，表情很紧张又很期待的样子。艾安娜缓缓走进去，阿贝尔忍不住的调侃，小姐这种纯情小男生喜欢吗？紧张感是不是瞬间就消失了？毕竟自己是带了很多护卫来的，可罗塞尔家族却只允许阿贝尔一个人跟自己进去，本来确实挺紧张的，直到看到埃雷兹那脸红害羞的样子，心情才稍微好了点。他礼貌的打过招呼后，坐在床边和男孩寒暄起来。收到花的男孩心脏都要跳出来了，女孩也竭力配合着他，但他内心很清楚，未来的埃雷兹肯定会变得非常冷血的。虽然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但罗塞尔安斯，你等着吧，我会让你的儿子深深爱上我的。等破坏你的突袭计划后，我会利用你的宝贝儿子，让你们罗塞尔家族从内部毁掉，即便会撕碎埃雷兹那颗纯洁的心，我也必须要这么做。阿贝尔在一旁冷冷地看着他们，怎料一旁的侍女却瞪着他，小子，你这么没眼力见啊！接着不顾阿贝尔同意，便把他给带出去，给两人留了一个独处的空间。门外的阿贝尔很不爽，小姐您真是讨厌的，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我不喜欢爱情故事。这边的艾安娜愧疚地说着感激埃雷兹的话，甚至还刻意地撩起头发。男孩果然被迷得一愣一愣的，他伸出手按住艾安娜，不用愧疚的小姐，也不用感激我，这是应该做的。相反，我还很感激您的护卫呢，多亏他救了我，那我们也算是互相拯救了彼此吧。埃雷兹的心脏还是狂跳，他似乎在犹豫着什么，他有些结结巴巴的。艾安娜小姐，我觉得迈尔公子配不上你。他开始怒吼，怎么能抛下自己未婚妻逃走呢？如果是我的话，绝对不会抛。说完，他便赶紧捂住嘴巴。这小子其实也是个心机男。抱歉了，小姐，我不该说迈尔公子坏话的，可我实在忍不住了。怎料此举正合艾安娜的意，不怪您的，本来我也会和迈尔解除婚约的。此话一出，埃雷兹顿时就精神了，解除婚约，岂不是自己的机会来了？甚至都忍不住开始咳嗽起来。女孩赶紧递过去帕子，她瞄的谁也想不到，这家伙竟然激动的咳出血来了。她有些不好意思，抱歉把小姐您的手帕弄脏了。她拿出自己准备好的手帕送给女孩，代表着罗塞尔家族的图样。艾安娜静静看着，谢谢你，埃雷兹少爷，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接着他便和男孩告别，准备离去。他已经得到了想要的答案，可忽然间弗莱塔竟然跑了出来，他假惺惺的和艾安娜打着招呼，还有这个红发的女人，即便是在前世也好像没有见过吧。相较于艾安娜的迷茫，阿贝尔却直接愣住了，他瞳孔瞬间变红，眉头紧皱，冷冷的盯着他。塔拉，你为什么会在这里？艾安娜表面正常的跟弗莱塔打招呼，得知红发女人名叫塔拉，现在呢是埃雷兹的家庭教师，听说小姐您救了埃雷兹，特意要感谢您呢。塔拉礼貌对着艾安娜行礼，还有阿贝尔骑士，非常感谢你救了埃雷兹少爷呢。不客气呢，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接着弗莱塔假装很失落的样子，小姐这次肯定吓坏了吧？宴会还能继续吗？弗莱塔主要是想确定这件事，怎料艾安娜却表示怎么可能呢？宴会必须继续，连日子我都选好了，毕竟弗莱塔小姐也要参加嘛。就在这个月的31号，您一定要记得来哦。弗莱塔忽然愣了一下，他若有所思的样子，艾安娜便已经确定，她肯定知道突袭的事情。前世我们家族是在30号受到袭击的，现在我把宴会安排在31号，弗莱塔肯定以为31号不会有宴会吧？到时候你会不会出现呢？我真的很好奇呢。和他们告别之际，几人均是心事重重的。阿贝尔冷冷朝着塔拉一瞥，眼神像是警告，对方也丝毫不惧，瞳孔红色的更加鲜艳，似乎在坏笑。不管你想干什么，不管你有什么阴谋讨论，我是一定不会让你妨碍我的。
回到里哈普公爵府后，艾安娜收到了迈尔的花和信，女孩随手扔掉漂浮在水中的黄玫瑰。迈尔的事情可以告一段落，这家伙还真是蠢蛋，竟然送黄玫瑰。他莫名的想起埃雷兹，年幼的男孩能细心到这种程度，只是在庭院里盯着紫色丁香花多看了几眼，他就牢记于心。可惜命运捉弄人，你我的宿命终究是敌人。阿贝尔似乎看透了女孩的心思，小姐您的重心还是放着应对突袭上了。他现在也是一筹莫展，线索太少，对手隐藏的太深，根本找不到家族的内奸，连父亲都没找到。他很清楚当时的毒药被下在酒里，因为救父亲和姐姐喝了酒，而那些酒则是迈尔送过来的。起初我都在怀疑是不是他，但他根本没有动机，否则重生后第一件事就是嘎掉迈尔。可是接触到酒的佣人太多，总不可能全都抓起来吧？真不愧是我家小姐呢，分析的这么头头是道，不用再恭维我了。自己不敢打草惊蛇，又找不到信任的人，唯一能信任的只有你这个恶魔。可你又一直在摆烂看戏，他感觉有点无力。真的是这样的吗？阿贝尔瞬间变得温柔起来。小姐，我相信您一定能办到的，因为您是我选中的唯一主人公呢。您最有力的武器不是我，而是您本身的记忆、愤怒和智慧，还有您所活过的时间。若是需要我来出手，那么您的重生将变得毫无意义。相信我，小姐，您一定能做到的。阿贝尔的鼓励似乎点醒了女孩，庞大的记忆瞬间恢复顺落起来。还有一个人能完全信任。深夜很快来临，一个男人悄悄来到酒窖，笼子里提着一只小老鼠，他一桶一桶的测试，喂给笼子中的老鼠。很快老鼠毒发身亡，男人全身冒着冷汗，他淡定地吹熄蜡烛。第二天早上，艾安娜画着埃雷兹的画像，没有任何谎言，拥有一颗纯粹而美丽心灵的少年。阳光般的眼神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冷血的？埃雷兹是自己很重要的妻子，必须想办法笼络她，要不把这幅画送给她，估计她一定会喜欢的吧。真的不忍心伤害你，但请原谅我的自私，我别无选择。也就在这时，房门被敲响，爱德华管家报告了昨晚的事情，迈尔少爷送来的酒里有毒，果然不出所料。还有一件事需要你去办，而爱德华似乎还有问题。小姐，您为何这么信任我？毕竟此事关系重大，您也不能保证毒是不是我下的。也是啊，我为何这么信任你呢？那些记忆片段袭来，你是为了保护布莱而死，这样的你怎会是叛徒呢？当然这些不能告诉你。他一把拍住爱德华肩膀，笑容显得格外灿烂。你在我家兢兢业业几十年，这就是信任你的原因。接下来的事情就拜托你了。男人感动的不行，原来小姐竟然这么认可自己，他对艾安娜的尊敬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待爱德华走后，女孩眼神瞬间变得兴奋起来。来吧，罗塞尔安斯，来吧，罗塞尔弗莱塔，现在轮到我反击了，你们准备好了吗？很快时间来到晚宴的前一天，佣人们被全部集合在一起。这边是艾安娜的计划，让管家以开会的名义将他们聚在一起，只是他们不理解，开会就开会，为何骑士团的也在这里？为了明天的晚宴，大家都辛苦了。接下来是艾安娜小姐给大家的奖励，一杯杯红酒被推来，这是迈尔少爷送来的高级红酒，本来是准备用在明天的晚宴中，但小姐心善犒劳大家，所以今天晚上敞开了喝。众人纷纷露出欣喜的表情，毕竟他们可喝不起这么昂贵的东西。除了骑士团的某一位和侍女中的另一位，他们似乎迟迟不敢下口，慌张的表情和众人的喜悦形成天壤之别。殊不知这一切都被暗处的艾安娜看在眼里。那边那两位，你们怎么不喝呢？艾安娜和公爵缓缓走了进来，可两人已经吓得瑟瑟发抖。怎么了？两位是害怕酒里有毒吗？见所有人的目光聚焦于此，叛徒还想着找借口。我这2天大姨夫来了，不能喝酒，但管家对他们可了如指掌。这两人平时都是嗜酒如命的。公爵看猎物般的眼神，艾安娜看蝼蚁一样的眼神，两人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了。他跪在地上求饶，但叛徒就是叛徒，他们被暂时关了起来。男人拍了拍艾安娜和管家，这件事做得不错。他叮嘱女儿这件事后续别管了，趁着罗塞尔还没袭击，你和塞利亚去郊外别墅避一避吧。艾安娜肯定不同意，她想留在这里，想亲眼见见自己改变的未来。可父亲态度很明确，这里很危险，而且我不想你和塞利亚看到这些血腥的画面。艾安娜拽紧拳头，她知道父亲是不会改变主意的，因为自己是女儿，女儿就该顺从长辈的话。她情绪变得有些低落。阿贝尔，我需要信息，你想办法参与叛徒的审问。好的呢，小姐，我来充当您的耳朵和眼睛。明天就要开始了，尽管已经做好了准备，他还是有点担忧，希望一切都能顺顺利利的。对的呢，小姐，明天就要开始迎来第2幕了呢。夜晚的月亮很圆，似乎为这场冲突做了点缀。姐姐也被叫醒，她有些不理解，明天才是宴会啊，父亲怎么半夜就把自己喊醒了，还让我们现在就去举办宴会的别墅？他们没有告诉姐姐事情，对她来说也算是一种保护了吧。虽然已经成功抓到背叛者，但谁又知道背叛者只有他们2人呢？他们来到马车，几乎所有人都留在了公爵府，只有自己和姐姐躲了出去。她心中隐隐觉得不安。姐姐，你先到车上等我，我马上回来。艾安娜来到一处没人的地方，阿贝尔你在吗？男人缓缓出现，我在的呢，小姐。审问已经结束了，他们不知道是谁让他们下毒的，只是说对方给了他们一大笔钱，而那个侍女和骑士又是情侣，她因为很爱她男朋友，所以才参与了下毒计划。艾安娜都懵了。没想到真相是这样。是的呢，小姐。所以说呢，爱情使人变得愚蠢，对吧？您父亲的计划呢是准备将计就计，让罗塞尔的人进来全部抓获的。艾安娜让他留在公爵府，帮助自己收集信息。阿贝尔明显愣了一下，您在说什么呀，小姐？我肯定是要跟着您的，绝对不行，你必须留在这里守护我的家人。我能相信的只有你了，尽管你是只恶魔。阿贝尔闪身到女孩前面，请恕我无法答应我在意的只是小姐您一个人呢，他们的生死也和我无关呢。艾安娜明显愣了一下，她脑中忽然浮现出很多画面，前是那个至死不渝的骑士阿贝尔，但
仅仅1秒，她便清醒过来，对着男人猛地一推：“你必须保护我的家人，若是他们出现意外，那么我也不想活了。这样你想看的故事也将变得索然无味。”阿贝尔心脏像是停住了似的，眼神中似乎有些害怕。他对艾安娜妥协了。接着女孩回到了马车，可他们刚刚出发，却不知已经被人给盯上了。他们已经等了艾安娜很久了。待他们远离了公爵府后，护卫们便发现了不对劲。艾安娜总感觉有种不祥的预感，果然就在下一秒，马车忽然一阵剧烈的晃动起来，车外传来阵阵惨叫，他们被撞得失去平衡。艾安娜脑子非常乱，为什么会有袭击呢？罗塞尔的突袭是明天晚上，今天怎么会派人来呢？而且明明下午才检查了公爵府的周围，到底是哪一步出现了问题呢？很快外面安静下来，车门被拉开，艾安娜看清了对方的服装，和前世的一模一样。现在必须先拖延时间，谁派你们来的？给了你们多少钱？我给双倍放我们一马。怎料对方竟直接扯住艾安娜头发，姐姐用尽全力抓住对方手，不准碰她。可她的怒吼换来的却是对方无情的一脚，塞利亚晕了过去，艾安娜被丢出车外，她陷入了绝望的困境中。这些家伙连口罩都不戴，说明他们完全没有遮掩身份的意思，只有斩尽杀绝的时候才会这么做。领头的走到女孩面前：“你叫什么名字？”她为什么会问我的名字？难道说是准备活捉我吗？他告诉对方自己是塞利亚里哈普。得到答案后，男人让手下把车里的女人带回去。好了，这位美丽的小姐，你可以去见上帝了。果然是这样吗？已经没时间思考为何要留我一命。罗伊德哥哥，塞利亚姐姐，还有布莱尔，虽然我死了，但能换你们活着也不枉重来一世。他绝望地闭上眼睛，可下一秒，刺客径直地往身后倒去，他们都还没反应过来，弩箭拉伸的声音又传入耳中。阿贝尔在千钧一发之际终于赶到，果然呢，我的担心是正确的。他轻轻一跃跳到树上，宛如死神一样，冷冷盯着刺客几人，一个瞬移单手挥剑。我的小姐允许你们动了吗？他眼中散发的恶魔气息让对方毫无招架之力。艾安娜呆呆地看着这一切，这个侧脸前世保护了自己无数次的侧脸，恍惚之间，他好像看到了曾经的骑士，似乎忘记了眼前的人是一只恶魔。阿贝尔甩了甩手，一脸微笑。艾安娜也回过神来，赶紧冲进马车。还好姐姐没大碍，只是一点皮外伤。车外的阿贝尔一脸玩味，似乎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直到艾安娜出来，转过头去，女人已经泪流满面，她就这么直直盯着男人。看到这一幕，阿贝尔瞳孔不自觉地放大，似乎消失的情感恢复了一丝。他单膝跪在艾安娜身边，这一次似乎没有演戏，还以为您会怪我呢。对不起，小姐，是我来迟了。女孩不停摇头，怎么会怪你呢，阿贝尔？她忍不住的紧紧抱住男人，死亡的恐惧让她感到非常害怕。她抱着阿贝尔痛哭，似乎是在发泄，似乎是在倾诉，似乎这一刻把她当成了依靠。男人没有再调侃艾安娜，他知道女孩是在假装坚强，他知道艾安娜内心其实非常脆弱，他的心也很痛，但他也没有办法。他很想亲口对女孩说一句对不起，伸出的手想抱住艾安娜后背，可在最后一刻还是没能抱下去。时间来到第二天，郊外别墅内，艾安娜组织的宴会就在这里举办，很顺利的到结束。艾安娜送走了一众贵族们，家里的捷报传来，阿贝尔又恢复了坏坏的样子。亲爱的小姐，公爵来信，您可以回去了，祝贺您首战告捷。艾安娜让男人忘记凌晨自己的丑态，哎呦呦，忘不掉呢，这么精彩的剧情我不管，忘不掉也必须忘。回到公爵府后，侍女们在打扫着战场，看样子很激烈呢。他们来到公爵的办公室，辛苦你了，艾安娜。男人很疲惫，也很愧疚，女儿竟然遭遇了袭击，还好阿贝尔及时赶到，属下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而已。回想起来，很多疑点都没有答案。为何罗塞尔家族要活捉自己？男人一愣，看来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但现在最重要的是审问刺客，一件事一件事的来吧。艾安娜想参与审问，可却被父亲直接拒绝。她不想女儿进入这场漩涡，你好好休息就行了，接下来的事情交给爸爸。艾安娜无奈的咬牙，就知道会这样，自己没有大事情的决策权，父亲也不让自己参与，她只能另辟蹊径。她告诉父亲，除了弗莱塔没来参加宴会之外，还有2人也没来，甚至连一份道歉的信也没有送来，就说明他们认为来不来都无所谓，毕竟在他们的视角内，里哈普家族今天就会全部消失，一个是麦德斯家族，一个是利尔家族，也就是说他们可能和罗塞尔有勾结。男人不敢相信，麦德斯家族怎么可能？他们可一直和我们统一战线的。但事实上的艾安娜根本没有邀请麦德斯和利尔家族的小辈，只不过因为前世的信息，她知道这2个家族和罗塞尔早已勾结在一起，所以现在即便是撒谎，自己也要让父亲有所警觉。接着艾安娜便离开了父亲的房间，而男人却再三叮嘱她，这些事情不要告诉你姐姐，我不想让她承受这些压力。女孩笑得非常灿烂，放心吧父亲，我知道的。可回过头，她的笑容便消失不见。我的爸爸，你总是这样，什么事情都一个人扛着。夜晚中，艾安娜烦躁的根本睡不着，为何要活捉自己呢？我既不是家族继承人，也不是长子，她现在感觉很无力，让父亲给我权力根本不现实。可以父亲的性格，他肯定是斗不过罗塞尔安斯的，也就是说被灭门的风险随时存在。忽然一声响指传来，艾安娜的眼前竟然出现了一束耀眼的光芒，就像是萤火虫一样，茶杯和茶壶出现在空中，旋转了2圈半，优雅的给女孩倒了一杯奶茶，平稳的落在桌面。还没等她反应过来，一盘子的瓜子花生又从光团中蹦了出来，缓缓的掉落在艾安娜面前。女孩终于回过神来，奶茶还是热乎的，她知道这些都是阿贝尔搞出来的。黑雾瞬间出现，男人端着茶壶像极了优雅的贵族。怎么样呢，我亲爱的小姐，希望您能喜欢给您准备的助兴节目。艾安娜面无表情，你还是喜欢搞这些没用的恶作剧。实则内心一暖，
和前世一样，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阿贝尔总是会做些莫名其妙的事情。真希望时间永远停留在这一刻，没有烦恼，没有过去，没有未来。艾安娜收回不切实际的思绪，询问阿贝尔那些刺客的审问情况。阿贝尔坏坏的笑容，很抱歉的小姐，他们似乎早就准备好了被抓的说辞呢，和艾安娜预料中的一样，真是难搞。是的呢，小姐，毕竟您父亲是文官，不擅长这种事情的。艾安娜眼神一冷，那么现在由你去审问他们，我要得到关于突袭的所有情报，可您父亲不一定愿意让我参与审问我。艾安娜心中早已有了让他们张嘴的办法。放心吧，他会让你参与的。阿贝尔一愣，这么自信，不过也对嘛，不愧是我选中的小姐。地牢内，公爵满脸的疲态，这些家伙嘴太硬，各种酷刑都用过，但他们就是不说。也就在这时，阿贝尔缓缓走了进来，他将手帕递到公爵面前，男人瞳孔惊喜的瞬间放大，手帕上的是罗塞尔家族的纹样。活下来的刺客们纷纷露出惊恐的表情，这是从死去的刺客口袋中找到的，但其实手帕是艾安娜给他的，之前埃雷兹送给自己的。天真的男孩，谈情说爱，多么遥远的4个字啊！第二天一大早，阿贝尔早早的来到了女孩房间，搞定了哦，小姐。艾安娜一脸嫌弃，你能不能先去换套衣服？一身血迹。下一秒，阿贝尔瞬间焕然一新，已经有人顶不住压力全给招了，说他们收到的任务就是嘎掉除了您以外的所有里哈普公爵府的人。但是他们说是受到某个贵族的指使，具体是哪个贵族他们也不知道，说明罗塞尔安斯真的很难对付，即便100%的把握也留有后手。而阿贝尔却更好奇另一件事，小姐您的手帕是在哪里得到的？女孩邪魅一笑，埃雷兹给我的。阿贝尔瞬间秒懂，他表情似乎有些惋惜，这小子还真是可怜呢，明明是一片真心对吧？说的没错呢，阿贝尔，不仅你讨厌爱情故事，我也很讨厌的呢。到了中午时刻，艾安娜刚刚下楼来，便看到迈尔送来的3层大蛋糕，还有情书呢。阿贝尔拿着就准备给女孩念念，艾安娜都无语了。不是跟你们说过以后迈尔的东西不准送进来吗？姐姐直接斥责佣人们，若是家里再出现迈尔的东西，你们就都滚蛋吧。他让艾安娜别担心，我是不会再让迈尔这种人渣靠近你的。女孩内心很感动，姐姐总是这样，明明上次袭击后自己也害怕的不行，但她觉得自己作为家族的长女，还是不停地安慰着自己。忽然姐姐打断了走神的艾安娜，小妹我跟你讲哈，今天父亲单独找我谈过了，他已经联系好了好几个贵族，说要尽快给我们2人准备婚事了。听了姐姐的话后，艾安娜瞬间明白，即便父亲掌握了罗塞尔家族突袭的证据，也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他们家族比我们强大太多了。而父亲这么着急让我和姐姐嫁出去的原因，是想通过联姻来扩大家族力量。姐姐似乎对爱情很期待，即便是为了守护好姐姐的笑容，我也一定会让姐姐幸福的。接着阿贝尔便拿着2万封情书过来，小姐您真的好受欢迎呢。和迈尔退婚后，那些小哥哥就着急的表露爱意了。艾安娜真想一巴掌给他扇去，这些不是给我一个人的，是给里哈普家族的女人的，能懂吗？父亲准备先把姐姐嫁出去，自己有前世的记忆，知道哪些家族有前途，哪些家族是废物，一定要为姐姐选择一个靠谱的丈夫。至于我自己的话，联姻的最好人选就是麦耶公爵府的麦耶公爵本人。阿贝尔拿着茶杯的手忽然一颤，笑嘻嘻的脸颊顿时冷了下去。小姐您不知道麦耶是一个70多岁的老头子吗？我当然知道啊，但麦耶能为我们家族带来的利益最大，而且就联姻这件事来说，我嫁给他能发挥的价值是非常巨大的。可麦耶不仅年岁半百，甚至还已经离过2次婚了。我当然知道，阿贝尔你不会忘记了那场病毒灾难吧？那是前世我掌控帕西托家族的契机，同样的麦耶公爵府的高层也会死在那场灾难中。只要几年时间，我就能成为麦耶公爵府的实际话事人，这股力量便能成为对付罗塞尔家族的一大利器。怎料阿贝尔的眼神冷得非常恐怖，他一字一顿地告诉女孩，小姐您听好了，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艾安娜有点懵，为什么？怎料下一秒阿贝尔忽然靠近，恶魔般的红色瞳孔显现，他非常愤怒，他不想重活一世的艾安娜，因为复仇而妥协自己的感情性命，但又不能让艾安娜发现自己对他的爱。可此刻的他又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桌子似乎快被他捏碎，艾安娜一把推开他，我跟谁结婚关你什么事？怎料阿贝尔忽然暴怒，就关我的事了，你是我选中的女主角，我是不可能让你嫁给那种糟老头子的。艾安娜愣了2秒半，她眼中闪过一丝期待，但刹那间那股期待便消失不见，朝着阿贝尔怒吼，你算什么？你是我的谁？你凭什么管我？3连提问让阿贝尔冷静下来，还是忍不住失控了吗？他轻轻松开捏紧的手掌，恢复了一脸坏笑，哎呀我的小姐啊，若是你嫁个糟老头子，那真的会很无趣的呢，毕竟您上一世就嫁给了一个傻子，同样的剧情我可不想看2遍的，所以即便您要结婚，也要让故事发展得更加有趣，我才会满意哦。可艾安娜似乎已经决定了要嫁给麦耶，动不动就是舞曲，我一个普通人能让你多有趣呢？怎料阿贝尔忽然握住女孩的手，我亲爱的小姐啊，您觉得我是为了看一个普通人的故事才留在您身边的吗？而且小姐您一点也不普通呢，您的双手可以拥有一切呢，权力、财富和真相，包括男人们的心。他轻轻抚摸着艾安娜的手，您是我选中的主人公，我希望您能自信、傲慢、理直气壮地活着，而不是委屈自己，牺牲自己去获得一些虚无缥缈的权利。相信我，小姐，您一定可以靠您的双手获得一切您想要的，像大女主一样骄傲地活下去。阿贝尔的话似乎打动了女孩，
似乎给了他很大的自信。他说的没错，自己为什么要去迁就条件呢？很快半个月过去，罗塞尔安斯从突袭失败后似乎就沉淀了下来。艾安娜参加了一场贵族郊游，而目的是为了打探情报。毕竟从解决突袭后，后面的剧情就不是自己能控制的。他表面呆呆萌萌的样子，他们谈论起罗塞尔家族，听说艾雷兹少爷拒绝了所有贵族的联姻，他们很是八卦。艾雷兹少爷该不会是喜欢艾安娜小姐吧？他们纷纷一脸羡慕女孩。艾安娜只能露出职业假笑，我也不知道呢，毕竟我暂时也没有结婚的打算呢。很快郊游结束，女孩坐上回家的马车。小姐收集到您想要的情报了吗？当然搞定了呀，我不会做没意义的事情。果然不出所料，名叫罗克斯的莱因哈特的家族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而这个非常有手腕的男人，则是自己未来很重要的合作伙伴。带他回到公爵府后，管家便告诉他们，家主已经回家了，让小姐您第一时间去找他。可当他来到父亲的办公室，却发现姐姐竟然也在这里。男人准备把塞利亚联姻的事情放在首位，虽然有些不愿意，但艾安娜知道这肯定是逃不掉的。父亲想在和罗塞尔家族翻脸之前，先用联姻拉拢盟友，但这对姐姐很不公平，她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尽管姐姐一副听话的样子，毕竟对于大多数贵族来说，顺从父亲的决定是必须的。男人让艾安娜也跟着去，他手捏得很紧，要是自己能有决定权就好。男人拿出其中一副信封，这是他为塞利亚选的相亲对象。可当艾安娜听到麦德斯家族的时候，顿时便冷静不下来了。自己已经告诉过父亲，麦德斯家族已经和罗塞尔勾结在一起了。男人的眼中透露出一丝无奈。怎料艾安娜忽然站起身来怒吼，麦德斯家族一定不可以！父亲您难道不知道吗？这完全就是将姐姐往火坑里面推。姐姐赶紧叫住女孩，不准对父亲无礼，这是他刻在骨子里的理念。男人并未因此愤怒，他让塞利亚先出去，自己和艾安娜单独聊。艾安娜言语中对父亲的质问，男人似乎抱着一丝侥幸。你那场是女人的宴会，即便他们和罗塞尔有勾结，也不会把突袭的事情告诉女人吧？我知道您的想法，我们家族现在很弱，所以即便手握罗塞尔突袭的证据也不敢翻脸。男人眼中很震惊，艾安娜竟然能想到这层原因，她似乎愿意听听女儿的建议。女孩眼中很坚定，若是真的要用姐姐当成链接盟友的筹码，那就选择莱因哈特家族，正好他们家有2个年纪和姐姐相仿的男人。男人呆呆地看着女儿2秒半，他同意了艾安娜的建议，或许女儿的选择是正确的吧。回到卧室后，他告诉了阿贝尔和父亲的谈话，不愧是小姐，能让老古板公爵改变主意呢。不过您真实的目的是莱因哈特的小儿子罗克斯吧？莱因哈特家族精通武道，家族的人几乎全是骑士，而且他们上一代莱因哈特伯爵还是先皇的护卫队队长呢。不过二皇子上位后，莱因哈特家族便受到了打压，现在他们家族应该很穷吧？不过很快莱因哈特便能走出困境，毕竟那个罗克斯可是个商业天才呢。记得前世您掌控帕西托家族后，就是他在资金上一直支持您呢。不过呢，我还是很好奇，小姐您准备怎么说服罗克斯呢？第二天他们便前往了莱因哈特家族，那里就是他们的府邸了吧？塞利亚紧张的不行，毕竟是头一次相亲，也不知道对方长得什么样子。艾安娜知道姐姐一直就很期待爱情，她安慰着自己这个呆呆萌萌的姐姐。莱因哈特伯爵府内，经过短暂的介绍后，眼前的红发男人名叫莱昂，是罗克斯的哥哥，帅气又威猛，像狮子一样的男人。艾安娜感觉姐姐很中意这一款。啊呸呸呸，不是感觉，姐姐就是喜欢这一款。可直到吃饭的时候，艾安娜都没有见到罗克斯的出现，她有些心不在焉地包着小龙虾。不过幸好姐姐看起来比较满意。忽然一阵急躁的声音传来，罗克斯一把推门而入，很抱歉的2位小姐，我来迟了。和其他贵族公子不同，罗克斯一向都疯疯癫癫的，除了艾安娜，众人脸色纷纷都垮了下去，但罗克斯却是一副死皮赖脸的样子。嘿嘿嘿，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姐姐礼貌地对着他打了个招呼，怎料这小子竟然朝着塞利亚抛媚眼，餐厅的气氛顿时变得有点奇怪。只有艾安娜很清醒，虽然这小子平时大大咧咧的，但也不至于这么无理吧？你刻意的伪装，到底是想干什么呢？罗克斯也在此时对上了艾安娜的眼神，似乎带着微微的邪笑。他不知道此刻的罗克斯在想什么，于是等到下午5点的时候，莱昂提议说去花园散散步，可罗克斯却故意打着哈欠，一点作为主人家的礼貌都没有。我不喜欢走路，集美们你们和我大哥慢慢逛吧，我就留在家里。怎料艾安娜忽然一脸坏笑，哎呦，罗克斯少爷真是巧呢，我也不喜欢走路，正好让姐姐和莱昂公子单独聊聊。是这样的吗，小姐？那么我们还真是有缘呢。待客厅就剩下艾安娜和罗克斯的时候，男人一把躺在沙发上，要喝茶自己去倒，我困了先眯一会。罗克斯一脸冷漠，甚至不想多看艾安娜一眼。好，你小子，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他已经想到拿捏罗克斯的办法。作为以骑士为核心的家族，聊武技的话题显然不合适，他会认为我是在挑衅他。不过嘛，国际象棋这种东西刚好合适，毕竟艾安娜深知罗克斯痴迷于象棋，而自己从小在看哥哥和布莱尔下棋，在他们离开后，我就一直和阿贝尔下棋艺，早已练得如火纯青。果然在看到艾安娜的举动后，男人眼神发生了变化，但仅刹那间他便恢复不屑。小姐，这可是男人玩的东西，你看得懂吗？鱼儿上钩了，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在得知艾安娜也喜欢下棋后，罗克斯竟然激动地跳了起来。
满脸掩饰不住的惊喜。他喵的，终于让我遇到知音了！他迫不及待的就要和艾安娜来上一局，一把将棋盘摆在茶几上，嘴里还不停给女孩说着规则。看他激动的样子，艾安娜终于露出满意的笑容，想起前世的他，不受外界所干扰的自主意识，和其他贵族不合群的他。这才是我熟悉的罗克斯吗？女孩耐心听他讲完规则，棋局开始，女士优先让小姐先下。男人笑得非常欢，艾安娜的眼神瞬间变得凌厉至极，每次下棋都会想起前世和埃雷兹的斗争。当一个被当成猎物的弱女子变成了捕猎者之后，埃雷兹眼中流露出的惊讶，那种兴奋的感觉可真是让人想念呢。罗克斯找到了棋逢对手的滋味，殊不知早已落入艾安娜的圈套。随着他一步落下，罗克斯当场愣住，自己竟然输给了一个小女生。艾安娜脸上还是一副坏坏的笑容，男人一时间竟然觉得毛骨悚然，甚至有那么一瞬间他变得不自信了。但仅仅2秒半，罗克斯竟然更兴奋了。和别的男人不一样，他没有感到丢了面子，反而更加激动。小姐您竟然这么厉害，不服不服，再来一局。他快速把棋盘摆好，来吧，艾安娜小姐，这次一定能打败你。坐姿也变得端正起来。或许从这时开始，他才开始尊重对面的女人。可惜事与愿违，这局他输得更快，仅仅2分半，艾安娜便又一次战胜了他。罗克斯眼里满是敬意，他发自内心的佩服，甚至对艾安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低头向女孩道歉，请小姐原谅我今天的无礼行为。不用道歉的呢，罗克斯少爷，您故意冒犯的样子，不就是为了拒绝联姻吗？小姐可真是厉害呢，这都能看出来。原来罗克斯一直承受着家族的压力，他一心只想做生意赚钱，可莱因哈特家族却认为他丢尽了家族的脸。身为骑士血统的他们怎么能满脑子都想着钱呢？所以男人的母亲认为，只要让儿子结婚了，便能打消他的从上计划。这也是罗克斯故意冒犯、故意无礼的原因。他主动把这些说出来，毕竟小姐您估计也不是真的想跟我相亲吧？这小子还是这么敏锐啊！他告诉男人，自己有一个很赚钱的项目，而我正好缺一个合伙人，不知道罗克斯少爷有没有兴趣的？本来是不想参与的，不过若是艾安娜小姐您的话，那我可真是太愿意了。他摇曳着手中的棋子，与众不同的小姐，我对你很好奇呢。那么等下次罗克斯少爷来我家里做客的时候，我们再慢慢聊好吗？好的呢，小姐，我真的可期待了。忽然侍女推门进来，告诉他们莱昂和塞利亚回来了。而在另一边一处贫民窟内，艾安娜的父亲跟着线索找到了一具尸体，已经遇害好几天了。这小子应该就是帮罗塞尔家族传递情报的案子。男人吩咐手下不要让艾安娜知道这件事，他真的一点都不想让女儿卷进来，却不知阿贝尔就在房顶上静静看着他们，真是个好父亲呢。可惜啊，小姐不在的时候，我就是小姐的耳朵。带他回到公爵府后，阿贝尔告诉他从公爵那里得到的情报，一个贫民窟的孩子，估计是为了照顾生病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弟妹妹，才选择做罗塞尔家族的案子。因为平民们都知道卷入贵族的事情会很危险，他拿出一袋子金币，拿去给那个案子的家人，看看能否再打探点有用的情报。虽然金钱无法抚慰失去亲人的痛，那就当做抚慰那个愚蠢又可怜的少年吧。看着艾安娜一直在写着什么，他拿出水壶打湿手帕，缓缓靠近女孩，请原谅我的无礼呢，小姐。轻轻蹲下去握住艾安娜的手臂，为她擦着被墨水弄脏的右手。阿贝尔面无表情，显得格外认真，他的手很凉。这一幕似乎勾起了艾安娜的更多回忆，可她总感觉眼前的男人不是在为自己擦手，而是在擦拭一样对于他来说很贵重的物品。他赶紧抽出手来，不想再被扰乱心神。没想到你还会随身携带手帕，和你的人设一点都不搭了。您说这个，那可是府邸的侍女送我的呢。那么这个侍女也真是可怜，她也许做梦也想不到，送你的礼物能被弄得这么脏。阿贝尔愣了一秒，小姐在跟我阴阳怪气什么呢？拉开阳台上的窗户，做好通风的准备。他打了个响指，恶魔的火焰仅仅2秒半便把手帕燃尽。他坏笑地张开双臂，好了呢，小姐，现在您不用在意了。艾安娜呆呆地看着他，这家伙还真是执着，而执着的对象永远都只有自己一个人，不管是现在的恶魔还是前世的骑士，真是令人感到既温暖又悲伤。他低头将手中的邀请函写完，寄给莱因哈特家族的吗？看来小姐您和罗克斯的会面进展不错嘛。他把信件交给阿贝尔，给管家让他送出去。好的呢，小姐，我会帮您送到的。可在走出房间门后，男人脸色顿时冷了下去，眼中似乎带着深深的忧愁。虽然小姐您不想和罗克斯结婚，但那红毛仔可不一定会这么想啊。他喵的，真想把这封信给烧掉呢。2天后的一大早，莱因哈特家族的回信说今天就会过来。艾安娜刚起床就被姐姐缠住了。小妹，那天你到底和罗克斯少爷聊了什么？怎么这么快就给对方回去邀请函了？而且那个臭小子感觉很没礼貌的样子。姐姐你呢？和莱昂公子散步感觉怎么样啊？而且姐姐你今天的礼服和莱昂的发色很搭哦。塞利亚顿时就脸颊通红，看得出来他对莱昂是有好感。也就在这时，管家告诉他们，莱因哈特的马车快到了。塞利亚感觉紧张极了。迎面而来的莱昂和罗克斯两兄弟，两人都是认真打扮了一番的。莱昂有些害羞地走到塞利亚面前，小姐，这是我送你的鲜花。艾安娜感觉有点磕啊，明明这么大块头的身材，却说着如同猫咪般温柔的话。忽然罗克斯也走了过来，一束红色的百合花递了过来。男人眼中掩饰不住的兴奋。艾安娜小姐，你知不知道啊？这几天我可是一直都想着你。
来到会客厅的罗克斯一脸坏笑：“你姐姐和我哥貌似两情相悦呢，怎么样，艾安娜小姐，我们要不要来个亲上加亲？”您可真会开玩笑呢，罗克斯公子，咱们之间不是真挚的友情吗？他可不觉得罗克斯会喜欢自己。见状，男人没有失落，他暂时也只是对女孩有好感，没有到喜欢的程度，于是一副开怀大笑的样子。既然这样的话，艾安娜小姐，我们就谈谈正事吧。那天你跟我说了有能赚钱的项目之后，我可是非常兴奋的，看见我的黑眼圈没？我期待的已经失眠好几天了。罗克斯少爷有点夸张了吧？若是我的计划让您不满意怎么办呢？怎料对方一脸坚毅，虽然不是很了解艾安娜小姐，但男人的第六感告诉我，您一定是个做大事的人。女孩微微愣了一秒，这家伙就这么信任我吗？和上一世自己掌控帕西托家族不同，这一世的自己只是一个没有任何权势和地位的贵族年幼小姐。仔细一想，好像确实有点奇怪。不仅是罗克斯，连仇敌艾雷兹也是这样，还有那个恶魔阿贝尔。他竭力把这些想法抛入脑后，还有很多事情没完成呢。他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东西，递到罗克斯面前，一套茶具吗？男人并未看出这东西的特别之处。小姐能否给我讲解一下呢？我对茶艺可谓是一窍不通了，正好自己也口渴了，于是随手倒了一杯，热气缓缓冒出来。黑褐色的茶吗？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呢，该不会有毒吧？男人一直在自言自语。不过若是艾安娜小姐推荐的话，即便是有毒的我也要试试。他端进闻了闻，一股从未体验过的香味嵌入鼻中，喝了一小口，男人眼神瞬间变了，原本微苦的味道渐渐变得香甜。记得之前就听手下说过，在遥远的北方有一种独特的茶，味道描述就和这个一模一样。他渐渐变得惊喜起来，而只有艾安娜知道，这玩意实际上就是咖啡，至少要10年后才会在帝国贵族圈内火起来的东西。原材料早已被那些商人买进来了，只是他们不知道用处而已。罗克斯感觉像捡到宝一样，他100%的确定这茶肯定能卖到爆火的。可当艾安娜不告诉他制作方法的时候，男人顿时变得不开心起来。我亲爱的艾安娜小姐啊，您难道不信任我吗？男人呆萌的样子把艾安娜给逗笑了。好小子，你是真会演戏啊。接着他忽然变得格外成熟。罗克斯少爷啊，你应该知道的，我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单纯，说话说的点到为止。小姐您可真是令我着迷呢。两人就此直接达成合作。现在能看看小姐为我准备的第2样东西了吗？他打开一旁的密码箱，几万页的资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小姐您真是又让我开眼了啊，连商品的制造成本再到包装出售，刻意分化给贵族人群使用，从头到尾的策划方案几乎是一场稳赚不赔的买卖。而女孩这么做还有其他的目的，是为了让罗克斯以咖啡的名誉进入贵族小姐的圈子中，以此来最大限度打探关于罗塞尔家族的情报。我有种预感，若是让您来经营我的公司，您做的一定比我好。但同样的，我也还有一个疑问。男人眼神变得严肃起来。就策划案上面的资金，比哈普家族就能轻易拿出来。您让我捡了这么大个便宜，所以我有点怀疑，艾安娜小姐，您以相亲为借口来找到我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真正的原因吗？我需要很多钱，足够我对罗塞尔家族复仇的钱。为了保护好我最挚爱的家人不受伤害，当然真实秘密不能告诉罗克斯。不过我确实需要独立出来。同为贵族的你应该知道，女儿在家族里面是没有发言权的。我能做的就是听话，找个贵族联姻，但我不想这么做。我有很多梦想，可女儿的身份在无时无刻的束缚着我，所以我想改变这一切。不是伊里哈普家族的小姐跟你合作，而是单独作为艾安娜跟您罗克斯少爷合作。这个答案您满意吗？男人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她，他沉默了2秒半，似乎能够感同身受艾安娜的滋味，就像是自己母亲阻止自己做生意一样。骑士家族怎么能是个财迷呢？你丢了莱因哈特的脸知不知道啊？甚至连哥哥莱昂也一直在阻止自己，打着不能让弟弟抹黑家族的名誉。可罗克斯的眼光早已不再那么肤浅，他渴望拥抱更广阔的世界，像面对大海一样。他搓了搓打了发胶的红毛，眼前的女人太让他感到意外了。原来不止我自己一个人想打破枷锁，身为女儿身的艾安娜小姐，您可比我伟大多了。一抹情愫从此刻开始嵌入罗克斯内心，他径直站起身来，朝着女人伸出右手，表情非常认真。艾安娜小姐，从今以后请多指教了，希望能和您合作愉快。他更加确定了自己未来要走的路。艾安娜的魄力也彻底折服了罗克斯，他充满炙热的眼神中，女孩看到了希望。双手握在一起的瞬间，命运的齿轮又一次转动起来。第2天一大早，打扮好的艾安娜便准备出门了。姐姐一脸担忧，毕竟罗克斯给塞利亚的印象可不太好，感觉就像是下一个迈尔一样。为了让姐姐不要多想，艾安娜告诉她自己只是拿罗克斯当幌子，目的是为了给你和莱昂公子制造机会呢。塞利亚脸颊瞬间就红了，既然被小妹看出来了，自己也不装了。确实莱昂公子长得很帅呢，艾安娜觉得他样子像极了热恋中的女人。那姐姐要一直幸福下去哦。塞利亚一把抱住艾安娜，收到你的祝福了，小妹也一定要找到自己的爱情啊。爱情吗？好遥远的词语啊。他告别了送自己出门的姐姐，阿贝尔早已等候多时。我的使命就是灭掉罗塞尔家族，至于爱情的话，就交给姐姐你来替我感受了吧，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呢。
他们来到市中心，阿贝尔又开始熟悉的调侃：“小姐，您做事情还真是滴水不漏呢，只是一个咖啡店而已，你明明记得前世最火的店铺，直接买下来就行了，需要亲自去看吗？未来的事情从解决突袭后就在发生改变，万一出现我不知道的变数就麻烦了。那么按照您这个推进速度，看来和罗克斯的交谈非常顺利呢，真是可惜没能亲眼看看，能告诉我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吗？”艾安娜不情愿地偏过头去，错过的剧情那可不关我的事。怎么了？你想听啊？可以啊，不过需要付费。阿贝尔微微愣了一秒，不愧是我的艾安娜小姐呢，做事情很有事业家的风范。那么我亲爱的小姐，我应该支付您什么报酬呢？毕竟人类阿贝尔的所有一切都已献给了小姐了呢。又跟我来这套花言巧语，那你就用恶魔阿贝尔当报酬吧。不行的哦，小姐，恶魔阿贝尔的所有东西都在别人手上呢。此话一出，艾安娜顿时愣住，她好像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瞬间涌上心头，用力捏紧了车窗帘。意思是你现在服侍的不止我一个主人对吗？看着即将愤怒的艾安娜，阿贝尔满脸邪笑。哎呦喂，我亲爱的小姐，您该不会是吃醋了吧？怎料话音刚落，艾安娜便一脚朝着他踹去，高跟鞋的疼痛让人类阿贝尔有点遭不住。能不能别这么下死手啊，小姐？可迎接他的又是一脚。艾安娜站起身来，冷冷盯着他。或许是真的吃醋，她那一刹那失去了应有的理智，单指轻轻抬起男人下巴，又是一脚用力踩在男人腿上，警告般的语气：“赶紧说，你的另一半到底属于谁的？”阿贝尔缓缓握住女孩的手：“真的对不起呢，小姐，我不能告诉你，因为我的嘴巴被封印了呢。”见状，艾安娜会清醒过来，她瞄的自己这是怎么了？为何会忽然情绪失控？不过呢，小姐，我也可以向您保证，至少在契约结束之前呢，我的主人只有您哦。那意思就是契约结束后，你就不属于我了，是吧？女孩都没察觉到，一股黑色的影子充斥着整个车内。对的呢，我亲爱的小姐。阿贝尔忽然双手握住艾安娜脸颊，因为当契约结束的时候，您就彻底属于我了呢。他的双眸已经变红，宛如真的恶魔一样。我很是期待那一天的来临呢。男人像看猎物一样的表情，把艾安娜给吓了一跳。见状，他赶紧放手，打开窗帘让阳光透进来。可听到他的回答后，艾安娜自己都没发现，她反而有种莫名的安心。很快，他们便到了商业街。艾安娜来此的目的是为了找商铺。现在的商业街还很冷清，根据前世的记忆，第一家咖啡厅就会开在这里。现在还只是一家珠宝店。两人走了进去，生意非常惨淡。看到艾安娜的贵族服装，老板瞬间高兴的不行。女孩装模作样的选着项链，先把这个给我包起来吧。老板，您这店里怎么没啥人啊？对方支支吾吾的，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艾安娜知道他们目前的困难都是二皇子继位后的愚昧导致的，她故意套着老板的话，听说税金真的涨了很多吗？老板似乎被这句话给戳痛了。对啊，小姐，您不知道，现在皇室就是在吸我们的血，还不如先皇在世的时候。他拳头捏得很紧，忽然又反应过来艾安娜是贵族，赶紧表示抱歉，小姐，请原谅我刚刚的无礼。殊不知艾安娜根本不和他计较这些，他已经得到自己想要的情报就行了。他决定多买一些。老板被感动的眼泪汪汪，好久没遇到大客户了，今晚终于能加个鸡腿。接着艾安娜让老板把红宝石项链递给自己，他坏坏的笑着转过头，阿贝尔过来跪着，我给你挂在脖子上。男人一愣，小姐，这是给我的礼物吗？他笑眯眯的小跑过去，嘿嘿嘿，我的忠诚终于有点回报了。怎料艾安娜忽然的嘴角上扬，这可不是礼物哦，你不知道小猫小狗脖子上也会挂链子吗？所以呢，这只是主人在对宠物宣示主权的行为呢。怎料阿贝尔非但不生气，反而直接跪了下去。原来是这样啊，那我可真是太荣幸了呢。艾安娜感觉一拳打在了棉花上，这小子听不懂我是在羞辱他吗？可忽然他的眼神瞬间顿住，阿贝尔的后背上方为何会有一条伤疤？对阿贝尔无比熟悉的女孩知道，他那个位置是没有疤痕的。她隐隐约约在怀疑着什么。戴好项链后，老板配合的就是一顿猛夸。艾安娜还在想着疤痕的事情，怎料恶魔的黑气缓缓流露出来。真的谢谢您了呢，小姐，还特意挑选了和我同色一样的宝石。接着他们便准备继续逛逛。很快时间到了黄昏，只有第一家的位置最适合开咖啡馆。相信你出面的话，那个老板是愿意把店面卖给您的。女孩的内心暗暗松了口气，还好目前的经济情况和前世没有区别，这样的话咖啡厅肯定能爆火起来。忽然一旁两个妇人引起了她的注意，她们似乎对贵族的礼服有种天然的憧憬，但身为平民的她们怎会买得起？面包才是她们每天关注的事情，而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二皇子的愚蠢，为了皇位的稳定，大肆吸取平民和商人的血，并且一天比一天离谱。以至于在几年后的灾难发生之时，帝国直接变得无比混乱。阿贝尔一直盯着墙上的礼服，小姐，这套礼服很适合您啊，我不喜欢这种东西，是真的很适合您的哦。阿贝尔就像是对那套礼服有执念一样，这小子为何总想让我买那套衣服？难不成他想看我穿吗？他忍不住的开始胡思乱想。怎料阿贝尔告诉他，小姐，您相信我的直觉，穿上那套礼服，您会更加容易拿捏男人的心。女孩顿时一脸黑线，他喵的！我就知道这家伙没安好心。忽然迎面走来4个小乞丐，他们怯怯地站在艾安娜面前，递给了女孩一朵野花，这是他们乞讨的方式。艾安娜拿出钱袋子，给了他们1枚银币，阳光般的笑容收下小乞丐的花。待他们离去后，阿贝尔很不可思议，小姐，您竟然会发善心？呵呵，善心吗？我只是伪善而已，随手扔掉那朵花，我可不会做那么感性的事情。果然这才是我认识的小姐吗？不过小
小姐您还是考虑下我的建议，那套礼服真的适合您。艾安娜快受不了他了，跟你说了老娘不买不穿，你听不懂吗？走过路口的转角后，艾安娜瞳孔瞬间放大，艾雷兹就这么直直偶遇在她面前，男孩瞬间满脸通红，甚至说话都开始结巴起来。艾安娜赶紧1秒进入表演状态，但内心却在想，这只是单纯的偶遇，还是罗塞尔家族的阴谋？男孩激动地朝着艾安娜小跑过来，好久不见了，艾安娜小姐。女孩被他的窘迫给逗笑了。是的呢，埃雷兹少爷。两人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此刻的埃雷兹和对方的护卫宛如雕塑一样。经过短暂的沟通，艾安娜已经确定只是单纯的偶遇。她想起了上次救自己的时候，现在看起来似乎恢复的还不错。埃雷兹少爷身体好点了吗？男孩掩饰不住的笑容，已经好多了呢。他很开心，他觉得艾安娜是在关心他。他告诉女孩自己休养这段时间正好长高了，所以今天才出门来买新衣服的。艾安娜抬手比了比，少爷确实长高了呢，现在看起来可更加威风了呢。艾安娜歪头带着迷人的笑容，瞬间就把埃雷兹给迷住了，心跳不自觉的紧张起来。他觉得自己要把握住这次机会。他红着脸邀请艾安娜晚上跟自己一起去看电影，甚至害怕的不敢睁开眼睛，好像生怕艾安娜会拒绝一样。见女孩迟迟没有回复，他怯怯懦懦的睁眼，还有些手足无措。对不起，艾安娜小姐，是我冒犯您了。见状，艾安娜知道时机成熟了，忽然阳光一笑，手指轻轻放在嘴唇上。请问埃雷兹少爷是什么电影呢？男孩害羞的支支吾吾，是爱情剧。哎呀，这么巧的少爷，我也特别喜欢看爱情剧呢。若是能和您一起去，我可真是太开心了。男孩有点不敢相信自己耳朵，成功了喂，艾安娜小姐没有拒绝我。殊不知他这副样子在艾安娜眼里就像个宠物狗一样。这时埃雷兹才对女孩坦白，我一直都在等小姐您邀请我，但一直都没有等到，所以我还以为您讨厌我。艾安娜这才想起，当时她受伤的时候自己答应过邀请过她，哈喵的竟然忘记了。接着女孩赶紧伸手轻轻抓住埃雷兹衣服，像个弱女子一样捏紧衣袖。我怎么可能会讨厌少爷您呢？只是您是因我而受伤，我一直都在忍着等您痊愈呢，不然您伤没好就邀请您，我害怕您会因此而不高兴。艾安娜一手抓住自己的裙角，一手抓住她的衣角，这些套路埃雷兹根本顶不住，瞬间就沦陷了。他甚至觉得艾安娜没有邀请他，是在关心自己的身体。他轻轻握住艾安娜的小手，一脸的深情。艾安娜小姐，您不用因为我受伤而自责的，因为能守护您，我就觉得已经很幸福了。艾安娜都有些惊呆了，这次是真的脸红，他喵的这小子真是个恋爱脑啊。接着他松开男孩的手，表示自己要先把买的东西放车里，我们待会电影院门口再见吧。女孩准备打扮一番，男孩开心的挥了挥手，也准备去买点礼物送给艾安娜。而就在转身的时候，阿贝尔忽然冷冷的一瞥，似乎一副不屑的样子。埃雷兹有点懵，这骑士的表情是个什么玩意？感觉有种不好的预感。这边的马车内，艾安娜忽然有点后悔，早知道出门的时候就穿漂亮点了。她不停翻找着首饰，好不容易的机会，自己一定要彻底迷住埃雷兹。小姐您不用这么激动的，情人眼里出西施吗？你就算穿塑料袋他也会喜欢您的。可艾安娜还是觉得不行，必须拿出最美的一面。既然这样的话，干脆小姐您去把那套礼服买了吧，相信我一定能迷住埃雷兹的。女孩认真的思考了一番，好，你小子真是便宜你了。虽然内心还是有点不情愿。电影院门口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埃雷兹已经准备好了鲜花，他紧张的就像你第一次约会一样。还好时间充足，不然花店都要关门了。他非常期待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可惜直到夜幕降临，工作人员把路灯点亮，影院门口已经只剩下了埃雷兹。他开始失落起来，他很担心，他很害怕艾安娜会失约。电影还有2分半就开始了，他紧张的不停原地局促。此刻的他内心波动非常大，他强制给自己鼓励，艾安娜小姐答应我了的，她一定会来的。捧着花的手很紧，难道艾安娜小姐真的讨厌我吗？他的情绪又消沉了下去，怎么办？好难受。忽然马车的声音打消了他的胡思乱想，埃雷兹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艾安娜急忙跳下车，一脸歉意的朝着男孩道歉，对不起埃雷兹少爷，换了套衣服所以迟到了，您别生气好吗？天真阳光而纯洁的笑容，尽管是假装的，埃雷兹被迷得傻傻的，他就这么呆呆的看着女孩出神。小姐你好美啊，他的心脏在狂跳不止，忽然才猛地反应过来，不，我的意思是你平时也很美的，还有我没有生气的，其实我也才刚刚到的。他甚至激动的有些手足无措，看着埃雷兹那害羞到极致的表情。艾安娜轻轻提起裙角，手指微微放在嘴唇上，谢谢您的理解呢，少爷，我只是想着尊重我们这一次偶然的约会。果然此话一出，埃雷兹顿时爆炸，哇，小姐竟然说在跟我约会，还特地为了我换了套礼服，妈妈呀，我恋爱了。殊不知这一切都是艾安娜故意的，这一套对她果然管用。其实她早就换好衣服了，故意卡着时间过来的，主打一个先让你失望再给你希望。阿贝尔都忍不住的吐槽，小姐您可真是满级绿茶呢。男孩把准备好的花递给艾安娜，这是特意去买的，我还记得您喜欢紫色吧？紫色的花吗？少爷您还是一如既往的细心呢。是的呢，每次想到和小姐您一起在花园散步的那一幕，都会让我感到非常开心。艾安娜的职业假笑，开心吗？谢谢少爷送的花呢，我可真是太喜欢了。他配合的牵起埃雷兹的手，电影已经开始，狗血的爱情剧，公主和仇人的儿子相爱了，仇人儿子放弃家族的一切都要和公主在一起。艾安娜感觉无聊至极，她喵的装的好累，还要时刻注意表情管理，微微撇过头看向男孩，
怎料埃雷兹也在此时转过头来，他变得更紧张了。艾安娜小姐竟然在看我眼，两人尴尬打着哈哈。和仇人的爱情故事和自己跟埃雷兹的戏码有什么区别？还抛弃一切都要在一起，小子你做梦都想不到我们是仇人吧？若是有一天你知道了会是什么反应呢？会绝望吗？会伤心吗？会向我复仇吗？我可真是太期待了呢。很快电影终于结束，艾安娜配合的鼓掌。小姐您觉得今天的电影好看吗？两人缓缓走出影院，很感动啊，非常让人耐人寻味的电影啊。说着艾安娜还故意挽住埃雷兹的手，笑容就像是真的恋爱了一样。其实呢，埃雷兹少爷，我也很是渴望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的。男孩被迷得不行，他一脸柔情地看着艾安娜，心跳加速的就像是中彩票似的。两人分别之际，埃雷兹很不舍，小姐我们还能再次见面吗？当然了少爷，我会给您寄邀请函的，到时候您一定要记得来。埃雷兹等的就是女孩的这句话。放心吧小姐，我一定会赴约的。他对艾安娜的痴迷已经到了顶峰，直到马车开出去几万米，他仍然呆呆地看着艾安娜离去的影子。马车内，阿贝尔一脸的打趣，看起来小姐和埃雷兹在一起很开心呢。我开心个屁，简直是无聊透顶。不过我的演技还行吧，至少埃雷兹是彻底被我迷住了。他想起男孩单纯的样子，甚至在考虑要不要解决罗塞尔家族的时候留埃雷兹一命。而这个念头刚刚诞生2秒半，他便反应过来不对劲，自己为什么会心软？我在想什么？过去的10多年，一直是因为要对罗塞尔家族复仇的执念，才让我忍辱负重的活着。阿贝尔虽然在笑，但已经阴沉下去了。看来小姐您想放过埃雷兹呢？他抛出了一个致命问题：小姐您爱他吗？女孩竟忽然情绪有点激动，自己怎么可能爱他？只是这一世的埃雷兹对罗塞尔家族的阴谋毫不知情，至少现在的他是无辜的。女孩的思绪有些混乱，我只是觉得不该因为未来会发生的事情而去追究他的责任。他的手掌紧紧抓住沙发，不知道为何会莫名的心软。放过一个无辜的男孩，应该没关系吧？怎料阿贝尔嘴角忽然上扬，恶魔的气息缓缓出现。艾安娜被吓了一跳，你说他无辜？他喵的，你竟然说他无辜？我亲爱的小姐，你到底知不知道啊？我是想看您与众不同的故事才和您契约的。阿贝尔眼神非常冷，您这样发展下去，又会和前世迎来相同的结局，只是进度稍微快了点而已。埃雷兹为您着迷确实是事实，但若是您解决了罗塞尔一家人，他还会一如既往的爱您吗？如果不斩草除根，哪怕只是留下一个您口中所谓无辜的人，后果会是什么？相信小姐您比我更加清楚吧。艾安娜小姐，您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里哈普家族唯一的幸存者，您最后做了什么呢？到时候的埃雷兹或许会立马变成只想着复仇的恶魔吧，就像是曾经的自己一样。我怎么会有如此愚蠢的想法？女孩忽然醒悟过来，不管是因为在埃雷兹身上看到了弟弟的影子，还是因为玩弄了一个愿意舍命救我的少年而出现的内疚感，这些其实在一开始就不重要的，因为是罗塞尔先拔刀相向的，自己是不会原谅他们的，而且根本就不存在埃雷兹和我都幸福的故事。地上花朵的香味淡淡的传入鼻腔，他冷冷的闻了闻，很香呢，真的很香呢。所以呢，阿贝尔，帮我烧掉它吧。好的呢，小姐，您做了正确的选择。恶魔之焰缓缓出现，艾安娜轻轻伸出手，拿出一小朵握在手中。阿贝尔，你说你讨厌爱情故事，那么我玩弄埃雷兹的感情，让他心急如焚，让他和罗塞尔安斯决裂成为仇人，让他把罗塞尔安斯当成我们爱情的绊脚石，让他成为家主跟我结婚。这个故事你觉得怎么样呢？那可真是太有趣了呢。感觉小姐您比我这个恶魔都要恶魔呢。不过呢，我可真是太喜欢了。燃成灰的花静静躺在手掌，艾安娜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用力一把捏碎。埃雷兹啊，这便是我们的宿命。看着艾安娜的样子，阿贝尔觉得女孩下次看到埃雷兹那单纯柔弱的样子，估计又会心软。毕竟小姐您呢，本来就是这种人的嘛。不过真到了那个时候，即便违背约定，我也会帮您出手的。很快他们便回到了家，女孩第一时间就要去跟父亲说，既然已经邀请了埃雷兹，那么就得趁热打铁，赶紧展现自己的诚意。刚来到父亲的办公室准备敲门，艾安娜忽然顿住，她听到了里面在吵架，好像是父亲和哥哥，但现在自己没心情偷听了。咚咚咚敲响房门，父亲脸上生气的表情已经消失不见，对待女儿他很是温柔。艾安娜表明了来意，想邀请埃雷兹来家里，因为他在狼群中救了自己，一是为了表达感谢，二是为了打探在和迈尔奇马那天暗杀者的情报。怎料哥哥却忽然皱眉，艾安娜有点懵，看哥哥的样子，难道他们吵架跟我有关吗？甚至父亲的表情都发生了变化。敏锐的女孩忽然发现不对劲，父亲您难道查到那天狼群之前的暗杀者了吗？男人依旧不想让女孩知道这些，他不想女儿卷入这些勾心斗角的事情中来。可罗伊德哥哥却不乐意了，他甚至和父亲顶嘴，小妹作为当事人应该是有知情权的。男人转过头冷冷瞥了儿子一眼，你给老子闭嘴。正想说些什么的时候，艾安娜却打断了他们，父亲请您告诉我吧，既然事情与我有关，那么我也有权利了解真相。看着女人认真的样子，男人静静思考了2秒半，最终还是妥协了，让你哥告诉你吧。父亲离去的脚步似乎有些深沉，罗伊德让艾安娜坐过去，看来现在的事态有点不好搞了。父亲也许是难以启齿，小妹我希望你听了后不要伤心。艾安娜有种非常不好的预感，但伤心是不可能的，自己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原来就在上次狼群袭击的那次，把埃雷兹打成重伤的那几个黑衣人被他们抓住了，而他们直接交代了所有。他们交代说是我们家族和艾安娜你指使的，目的是为了暗杀迈尔。
很明显不对劲啊，因为几个不知是真是假的刺客的供词，迈尔的家族就相信了是我想暗杀迈尔吗？而且我在那场危机中也差点丢命，迈尔的父亲不会这么蠢吧？看着罗伊德哥哥难以启齿的样子，女孩认为应该还有很多不堪入目的丑闻。哥哥，您把所有事情都告诉我吧，放心，我能接受的。罗伊德很害怕妹妹听了会受到刺激，但他觉得小妹又必须知道真相，他声音有些颤抖。根据那几个刺客的供述，他们原本的目的是要迈尔的命，而原因相当的荒谬。他们说艾安娜小姐不检点，有了迈尔这个未婚夫，还和其他男人有私情，甚至还有了孩子。女孩冷冷一瞥，又是这种诬陷的低级把戏。可就算我怀孕了，和暗杀者又有什么关系呢？罗伊德都有点惊讶，小妹竟然没有想象中的慌乱。他们说你要嘎迈尔的原因是为了隐瞒怀孕的事实，计划等迈尔嘎了后，用孩子的名誉进入迈尔侯爵府，最后继承侯爵的爵位。而迈尔的家族相信这些无稽之谈，甚至还寄来公函，要求父亲给个交代。听完事情的来龙去脉后，艾安娜倒觉得这件事不算严重，他们若是有证据，就不是寄个公函这么简单。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很多，第一点就是有孩子的问题，这纯属乱扯，找个医生检查就知道了。但我估计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你说的没错，那几个刺客还说你在遇袭击的那天就已经流产了。迈尔的家族真是离谱，针对的实在太明显了。女孩冷静地弹了弹手，迈尔家族只是个幌子，若是我们和他们开战，就中了隐藏在暗处中真正敌人的下怀。真正的敌人吗？小妹，你指的是谁？现在只有两种情况，首先就是迈尔家族自导自演的闹剧，为什么这么做暂时不知道。至于第二种，可能大概率他们也被人利用，背后有人非常希望我们和迈尔家族开战，他们好借着我们自顾不暇的时候坐收渔翁之利。我认为背后使坏的人大概率是罗塞尔家族，或者和罗塞尔家族有勾结的那些人。哥哥都惊呆了，小妹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沉稳了？自己竟然被愤怒冲昏了头，连这些都没想到。现在刺客估计被关在迈尔家族的领地内，我猜他们肯定不会让我审问的。但父亲过几天要和迈尔的父亲见面聊这件事，不知道到时候能获得多少信息。得知艾安娜也想参与的时候，罗伊德被吓了一跳。不可以的，小妹，他们到时候肯定会说很多更难听的话。在这种紧急关头，你还这么沉稳，哥哥真的为你感到骄傲。但是小妹，哥哥无法眼睁睁地看着你因为这些莫须有的诬陷而受到伤害，我会代替你去的。艾安娜知道肯定没办法参与了，那么哥哥让我看看迈尔家族寄来的信件吧，这总可以吧？罗伊德答应了女孩的要求，我马上去找父亲要。他轻轻吻了艾安娜的额头，谢谢你的理解，小妹，剩下的事情就交给哥和父亲吧。艾安娜的感觉很窒息，空有一身力气却无法出拳。走出父亲办公室后，艾安娜心中思绪万千，还以为会简单，事情比想象中更复杂。小侍女在身后瑟瑟发抖，小姐您的新礼服真好看，你喜欢吗？好吧，那送给你了。小侍女被吓一跳，这么贵重的东西自己可不敢穿。放心穿吧，我是真的不喜欢，这礼服太丑了。刚刚自己还穿着这套衣服，幻想着和埃雷兹和平的未来，真是不知道是谁谋划了这场诬陷，我可得好好感谢你们，让我把那些软弱的情绪消失得一干二净。过了一会儿，侍女便拿来了迈尔家族寄来的信件，见他还不出去，艾安娜淡淡转过头，却发现侍女吞吞吐吐的有些害怕。他又递出一封信，小姐，这是迈尔公子单独寄来的，请小姐恕罪。我知道大小姐说过不准收任何迈尔公子的东西，可送信的人说这对小姐您很重要，所以我才收下来的。艾安娜并未生侍女的气，只是有种不祥的预感，像是阴谋一样。她收下信件，将小侍女打发出去。以下是信件内容：尊敬的艾安娜小姐，因为这次不愉快的事情给您写信，我深表遗憾。迈尔表示自己家族掌握了上次遇袭的真相，包括我父亲他们都认为幕后指使之人是你，但我确信艾安娜小姐肯定不会做这种事。我尝试过说服父亲，但奈何证据不足，更重要的目前的事态，稍有不慎就会引发两个家族之间开战，而能完美解决这件事的办法，只有我们两个当事人。具体办法，我想邀请小姐您来我家面谈。艾安娜不屑地看着信件，迈尔，你是什么牌子的塑料袋？这么能装的啊？想把我骗到他的领地去对我下手吗？不可能啊，这会直接导致两家开战的，这并不符合迈尔家族的利益。不过呢，我还得谢谢你的这封信，正好让我能插手这件事。第二天的迈尔侯爵府内，手下告诉油腻男，艾安娜小姐到了。迈尔眼中掩饰不住的兴奋，掉入陷阱的兔子终于来了。在他的想象中，艾安娜听到自己丢失清白的传言，肯定会惊慌失措，甚至哭哭啼啼的。而我只需要在这个时间点，用花言巧语去安慰她，她便会爱上我的。大门被打开，艾安娜和阿贝尔缓缓走进来，迈尔还是一如既往的恶心。Oh my god， 我的小兔子，你可终于来了。可当他看清艾安娜后，瞳孔都不自觉地放大。尽管艾安娜表露出一副贵族该有的礼仪，可她身上的穿着，分明就是参加葬礼才穿的服装。迈尔不太聪明的脑子顿时窘起，瓦特发什么鬼？怎么和想象中的不一样？这当然是艾安娜计划中的一环。对付恶心的人就要用恶心的手段。职业假笑后，艾安娜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迈尔公子是准备在大门口谈事情吗？男人这才反应过来，赶紧邀请两人进去。迈尔不知道为何有种莫名的自信，就好像艾安娜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似的。客厅内，迈尔假装绅士地帮艾安娜拉开椅子，怎料女孩理都不理他，径直地坐到了对面去。他只能气都撒在侍女身上。你是猪吗？还愣着干嘛？赶紧上茶。门外的阿贝尔恶魔气息缓缓流出，静静地听着他们的谈话。迈尔跟艾安娜扯七扯八地聊着，可惜艾安娜直接开门见山，你说的解决办法是什么？这种荒谬的诬陷，想必以迈尔公子的智商是能看出来的吧。
男人有些不理解，吉美，你不应该是慌乱的表情吗？为何能这么冷静？我当然知道，也相信这肯定是诬陷。当然，刺客的话也不能说一点不信吧。而想证明你的清白，目前不是有个很好的办法吗？他伸出咸猪手搂住艾安娜的肩膀。若是你跟我结婚了，由我来证明，那么不就能证明刺客说的是假话了吗？迈尔一脸的无耻。门外的阿贝尔忍不住的紧紧握住剑柄，周身的杀气弥漫出来。真是的，就该重生回来的时候，第一时间把迈尔嘎了的。艾安娜冷冷的瞪着他，你还是这么令人感到恶心啊！或许是被女孩的眼神吓到，迈尔控制不住的后退了2步，他装作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你这个女人怎么就不听劝呢？莫非你真想让我们2家开战是吗？艾安娜小姐，你能为这个后果负责吗？女孩没有说话，真是低劣的威胁。不过也在自己的预料之中，她已经有了计划，她要靠自己来解决。父亲是无法妥善处理这件事的。他告诉迈尔，您在信件上说相信我对吧？那么请把刺客交给我处理吧，我一定能让他们说出实情。怎料迈尔听后瞬间不再淡定，似乎是在害怕什么。刺客是绝对不能交给你们家族的。艾安娜已经没有聊下去的必要了，这个蠢蛋自己还不知道被人利用。他缓缓站起身来，扯下手套。我不想开战，也不想跟一个恶心的人结婚，所以现在还有一个办法。他将手套丢到地上，你听好了，我里哈普家族的艾安娜正是向艾贝克家族的迈尔申请决斗审判。我相信神最终会选择正义的一方。门外的阿贝尔一惊，小姐你在说什么？而迈尔直接被吓尿了。不是吉美你疯了吗？本来只是想吓唬吓唬他的。而艾安娜则一脸不屑，若是我赢了，就当作没有这场闹剧，并且你还要把刺客交给里哈普家族处理。迈尔慌张的不行，他可没有决斗审判这种事情的决定权。艾安娜也同样知道，所以他的目的是要把迈尔的父亲逼出来。还有，若是我赢了，请迈尔公子以后不要再骚扰我，甚至即便是在公众场合碰到了，也不要跟我说话，因为你真的非常非常油腻且恶心。不过呢，若是我输了，则按照你的方法来，我会毫无怨言的嫁给你。见状，迈尔瞬间激动起来，此话当真？当然是真的，决斗就在1周后。怎么了？你害怕了吗？不，迈尔竟然答应了下来，争取爱情作为胜利的奖励，我觉得太浪漫了。不过艾安娜小姐，你这细胳膊细腿的，你打得过我吗？一把撇开男人猪爪子，跟你打简直是在侮辱我，你不知道吗？于是这场决斗便由代理人上场。走吧，阿贝尔。迈尔还无耻地想着跟艾安娜共进晚餐，当然迎来的只有丑剧。在女孩看不到的背后，阿贝尔脸色很是阴沉，他眼中充斥着各种担忧，甚至还有一丝害怕。回去的马车内，阿贝尔有些不爽地质问，您为什么没有说过决斗的事情？你有点搞笑呢，我凭什么要告诉你呢？您若是输了，后果能承受吗？这步棋下得很危险啊。艾安娜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由你阿贝尔来当我的决斗代理人，怎么会危险呢？您让我来，若是我故意输了，你就要嫁给那个恶心的人了。小姐，您做好准备了吗？阿贝尔的手暗暗捏紧，怎料艾安娜却一副坏笑，该做心理准备的人是你吧？若是我嫁给迈尔，后续的剧情还是你想看的吗？所以无论如何，阿贝尔你肯定不会输的吧？男人呆呆愣了2秒半，忽然他便笑了出来，真是的，小姐您把我都算计进去了呢。刚刚的阿贝尔被情绪影响了，并没有立刻就想到女孩的这一层。不过你小姐您就这么相信我能赢吗？当然相信了，非常相信的，相信那个愿意为我献身的人类阿贝尔，相信那个想看有趣故事的恶魔阿贝尔。所以呢，阿贝尔，我是真的很相信你的，相信你哪怕是粉身碎骨也会赢。确实呢，无论从哪个方面讲，我都是最想阻止你嫁给迈尔的人。他轻轻朝着女孩伸出手，所以你小姐，我有没有荣幸能吻您的手背呢？当然了，若是你能赢的话，这便是给你的奖励哦。好的，你小姐，这份荣耀我会带回来的。时间很快来到1周后，姐姐塞利亚觉得很不对劲，大家这都怎么了？好像从小妹回来到今天，气氛就有点问题，大家都很沉重的样子。她有种不祥的预感，被蒙在鼓里的姐姐什么也不知道。会议室内，众人终于等到艾安娜的到来，几人脸色纷纷都很差劲，父亲和哥哥显然还在生气。虽然这是艾安娜预料之中的事情，从迈尔府邸回家的那天，自己就被父亲大骂了一顿，可现在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反悔也是不可能的了。如见离弦永不回头，小姐别担心，我不会辜负您期望的。而当阿贝尔刚刚开口说话，罗伊德便开始怒吼，他越想越来气，家族这么多厉害的骑士小妹，非要选阿贝尔上场，你知不知道你今天意味着什么？若是你输了，我会亲手拿掉你的脑袋。即便这样，阿贝尔也丝毫没有生气。放心吧，哥哥，我相信我选择的骑士。布莱尔还是不敢相信，做好最坏的打算。姐姐若是输了，你真的要嫁给迈尔那个伪君子吗？约定就是这样的，经过神殿那帮人介入是不能反悔的，否则的话，家族在审判决斗上失约，会被所有贵族孤立的。一直沉默的父亲却在此时打断了他。艾安娜，你告诉我，为什么总是想着自己去承受一切？看着父亲苍老脸颊中透露出的无奈感，艾安娜又怎会告诉他自己一直都是这么过来的？一直都是啊。怎料父亲却忽然站起身来，就算你输了，我也不会让你嫁给迈尔的，即便家族会因此没落，我也不会卖自己的女儿。罗伊德和布莱尔也一脸的坚毅，就算会因此和他们家族开战，我们也不能把你往火坑里面推。见状，阿贝尔露出一丝满意的笑容，有他们能守护好小姐，我真的很放心的。艾安娜呆呆地看着他们，在他们的视角内，我可一直都是被保护的对象。艾安娜忍不住的开始眼泪打转，她的心渐渐安定下来。谢谢你们，有你们真的很好很好了，但请相信我判断吧，家人们，我不会打没有把握的仗。很快他们来到神殿，工作人员早已把场地给弄好，迈尔似乎一脸有恃无恐的样子，宛如这场决斗他已经胜利了。怎么样，阿贝尔紧张吗？当然了，小姐，
一想到马上能吻你的手，我就紧张的不行了呢。他发现自己的手掌在微微出汗。小姐别担心了，无论发生任何问题，我都一定会让你笑着离开这里的，一定会的。艾安娜静静看着他，这小嘴还是这么甜。她刻意走到阿贝尔前面去，不想让对方捕捉到自己一丝慌张的表情，命令般的叮嘱阿贝尔一定要活着回来，一定不要受重伤，听到了吗？谨遵小姐吩咐呢。上一世您就输了，这一世无论付出任何代价，我也会让小姐您赢的。当然后面这2句阿贝尔并不会告诉女孩。决斗即将开始，神官吩咐2家族立刻派人上场。阿贝尔穿上了前世的那件蓝色披风，而在迈尔身后却缓缓出现一个巨人。里哈普这边人没想到对方会这么无耻，竟然不知用什么手段找来了这玩意。以迈尔侯爵府的实力，应该不可能请得动这种级别的决斗士。艾安娜更加确信，幕后之人肯定就是罗塞尔家族。或许是感受到了女孩的担心，阿贝尔回眸一笑，似乎是让艾安娜别担心，您的骑士无人能敌。挑选武器的时候，对方还不断朝着阿贝尔嘲讽，甚至言语中尽是对艾安娜的侮辱。阿贝尔并未说话，只是瞳孔瞬间变红，马上就送你去见上帝。出圈者为失败，嘎在场上也为失败。随着神官一声喇叭，阿贝尔瞬间做好战斗准备，大块头扬起斧子往下砍去，力量非常之大。光是接下这一击，人类阿贝尔就感觉有点吃力，身体不受控制往后方退去。但好在他的速度非常快，轻轻跃到对方侧面，可大块头反应也是极快。人类阿贝尔单挑明显的不敌对方，他并不想在这里使用恶魔的力量。若是被公爵看出些什么，自己大概率就不能留在艾安娜身边了。可若是使用力量的同时不被发现，就会损失自己一大部分为数不多的寿命。他还在思考的时候，对方已经进攻了过来。阿贝尔被一脚踹飞出去，如此巨大的力量，疼痛让他顿时非常难受。迈尔激动的不行，快点嘎了他，艾安娜就是我的了。里哈普的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阿贝尔痛苦地跪倒在地上，小子，你再不投降，我便会让你脑袋分家了。怎料下一秒，阿贝尔的瞳孔瞬间变红，恐怖的气息弥漫整个场地，大块头顿时感觉后背发凉。阿贝尔不知何时已经到了他身后，并一剑让他丧失了战斗力。但阿贝尔并没有因此罢休，他根本不准备放过对方，甚至对方投降都不管用。本想着饶你一命，但是你竟敢用你那张恶心的嘴去侮辱我的主人，那个这个世界最高贵的人，绝对无法原谅。上帝也许会原谅你，而我的任务就是送你去见上帝。迈尔直接被吓尿了。他们并没有看出阿贝尔的恶魔身份，用寿命为筹码换来的一次伪装，对视上他的眼神，你最好记住了，若是你敢侮辱我的主人，这便是你要付出的代价。久等了宝子们，就在刚刚，为了让艾安娜能够赢下决斗，阿贝尔不惜损耗寿命来使用恶魔的力量。迈尔直接被吓尿，相信他以后再也不敢招惹艾安娜。女孩心脏加速，不停狂跳，紧张、感动、害怕、喜悦，各种情绪一瞬间侵入全身，甚至连神官都惊呆了。这小子太可怕了。阿贝尔又恢复了一脸坏笑。果然呢，神选择了正义的一方。接着，艾安娜便要求迈尔的家族履行诺言。迈尔的父亲咬牙切齿，他保证不再追击暗杀事件，便不再说谎。侯爵大人是不是忘记了？还有那几个刺客，您按照约定得交给我们里哈普家族。怎料对方却直接开始耍赖，但由于这里是在神殿，他只能表示想跟里哈普公爵单独聊聊。艾安娜敏锐地嗅到了一丝不简单，她连忙追上父亲，表示自己也要参与和侯爵的谈话。我知道您一直想保护我，但您能保护我一辈子？人总归是要学会成长的，不是吗？男人静静地看着女人，这次他没有拒绝。艾安娜，你真的变了好多，或许有时候真的是我错了吧。神殿内部，侯爵脸色非常难看，家族之间的事情还轮不到一个小丫头参加，言语中尽是对艾安娜的轻视。而这次的公爵一改常态，我女儿是当事人，有权利知晓真相。艾安娜内心激动异常，即便是两世为人，她也还是第一次得到父亲的认可，而这看似不起眼的认可，却给了女孩无穷的力量，给了她对未来无尽的信心。侯爵直接开门见山，刺客是不可能交给你们的，甚至愿意因此支付巨额违约金。里哈普顿感不妙，审判决斗的违约金相当于迈尔家族2年半的收入，他到底想隐瞒什么？侯爵大人，您难道看不出来是有人在挑拨我们的关系吗？因为此刻的艾安娜100%的确定，那些刺客绝对不在迈尔家族的手上。果然，在艾安娜的威逼利诱下，侯爵交代了这个事实，反正就是给不了人，人在哪里我也不会告诉你，乖乖收下违约金不行吗？他反而还激动起来。艾安娜静静地看着他发完疯，他是没看清形势啊，看来侯爵大人并不想承担责任。既然这样，那我们便交给神殿处理。我会认为是艾贝克家族故意散播谣言侮辱我们。不仅如此，艾贝克家族甚至连审判决斗都输不起，然后由神殿出面向皇室提交贵族议会，相信到时候他们会公平公正地去处理这件事。男人呆呆地看着自己女儿，艾安娜的手段让他感到格外陌生，将怀柔和威胁发挥得恰到好处，不失判断力和爆发力，并且一眼看穿对方心中畏惧的洞察力。我一直以为她是个天真的小女儿，到底是什么时候你变成这样了？而艾贝克侯爵听到女孩的话后，肉眼可见的慌张起来。这轮谈判中他本就失去了主动权，本来是想着套路里哈普，用钱来解决，看样子这个艾安娜并不是那么容易对付，他的心态快崩了。那位大人答应过自己，只要办成这件事，可惜啊，成王败寇便是如此。他交代了自己是收到了来自麦德斯家族的信，至于所谓的谣言都是他们告诉我，而他们艾贝克家族对刺客一无所知。里哈普公爵一脸的不可思议，似乎麦德斯家族这几个字给了他不小的冲击。那时候女儿还提醒过自己，自己竟然还想着把塞利亚家
嫁过去。艾安娜脸色阴沉的格外恐怖，幕后主使就是安斯罗塞尔。至于麦德斯出面的目的，也只是为了挡枪而已。若非重活一世，是根本不可能斗得过安斯的。老不死的，你等着我，总有一天定让你知道什么叫绝望。夜晚的公爵府内，得知真相的姐姐哭泣的不行，自己就像一个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但她更多的是心疼，妹妹竟然经历了这么多恐怖的事情。她甚至一味地对着艾安娜道歉，对不起小妹，是姐姐没有保护好你。已经到了深夜，艾安娜还在思考着接下来的对策，麦德斯家族要怎么处理呢？还有埃雷兹说好了要邀请他来做客的，这是一把很重要的工具。忽然阿贝尔缓缓出现，但艾安娜现在可没心思跟他聊天，你不用守着我的，等我制定好了计划再找你。怎料阿贝尔并未离去，反而一副人畜无害的笑容。小姐，您是不是忘记了之前答应过我的约定呢？为了这个奖励，我可花费了不小的代价呢。来了，宝子们！就在刚刚，艾安娜半夜都还在制定未来的计划，怎料阿贝尔却缓缓出现在她的房间，带着一脸的坏笑。小姐，您是不是忘记了之前答应的奖励？我可一直都等着呢。女孩顿时想起在马车内赢得决斗胜利，自己奖励她的吻，还以为她是开玩笑的，没想到竟然当真了。她竟然莫名的有些紧张，内心深处的本能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甚至抓蜡烛的手指都在微微捏紧。阿贝尔在缓缓靠近，艾安娜忍不住的扯开话题，自顾自的说着在神殿内的事情，连手心出汗了都没发现。可下一秒，阿贝尔就缓缓单膝跪在自己面前，朝着艾安娜伸出手。这些可以以后再听吗？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眼神中没有戏谑和坏笑。亲爱的艾安娜小姐，可以让我亲吻您的手吗？属于主人给骑士的荣耀的那种。仿佛这个吻对阿贝尔非常重要似的，艾安娜本能的朝着对方伸出手，阿贝尔一把捏紧在手中，他感到一股寒战，他的手好凉。可忽然他便发现不对劲，你小子在干嘛呢？赶紧吻，别墨迹啊！阿贝尔的眼中闪过一丝迟疑，抱歉了小姐，可能是我紧张了，若是今天我输了，亲吻您的就是麦尔了。各种非常奇怪的情绪出现在两人脑中，怎么回事啊？吻手里不是很常见的礼仪吗？这小子为何一副患得患失的样子？恶魔地吻仿佛让时间静止了一样，还有他眼角下的红晕，真的是阿贝尔本人吗？艾安娜内心忽然咕咚一下，这个表情勾起了他对前世的很多回忆，他感觉自己好像抓住了什么，却又好像什么也抓不住，这种滋味很难受。他一把将手给扯开，转过头去，而在他没看到的一瞬间，阿贝尔的脸上却出现了一丝失落，不过却在刹那间便消失不见，恢复了坏坏的笑容。嘿嘿嘿，小姐您害羞的样子还挺可爱的呢。艾安娜依旧偏过头没有理他。滚滚滚，赶紧滚！好的呢，小姐，希望您能做个好梦哦。阿贝尔化为黑雾消失不见，怎料男人前脚刚走，艾安娜便忍不住的捏紧双手，自己这是怎么了？心脏狂跳个不止，脸颊也通红，甚至头皮都在发麻冒汗，就像是埃雷兹看到自己的样子似的。第二天的花园内，塞利亚还是一如既往的陪着艾安娜，她想用自己的方式来安慰小妹。真不用啊，我的姐姐，你看我像是受打击的样子吗？经历过审判决斗之后，姐姐也知晓了一些事情，她觉得现在的情况有点混乱。罗塞尔家族是幕后之人，可罗塞尔埃雷兹却喜欢你。艾安娜一愣，埃雷兹喜欢自己的事情，父亲也告诉他了吗？当然没有，是塞利亚自己猜的，因为他知道狼群那件事，他不喜欢你会在狼群中舍身救你吗？舍身救自己吗？艾安娜想起了阿贝尔，他也无数次这样做呢，可惜呢，谁又能想到他是恶魔呢？所以埃雷兹也可能是罗塞尔家族对付自己的工具而已。艾安娜也有些混乱，她又想起了阿贝尔那个表情，真的是能演出来的吗？她内心被这一幕搅得久久不能平静，即便知道自己很有可能是在自欺欺人，用力甩开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现在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我今天就准备邀请埃雷兹来家里，因为目前的情况依然难搞。决斗结束后，父亲肯定会向麦德斯家族提出抗议或者审判，若是什么都不做，里哈普家族肯定会沦为笑柄。可若是麦德斯家族耍赖不承认，那我们很有可能和他们开战。塞利亚猛地一惊，这岂不是正中了罗塞尔家族的下怀了？所以现在我们必须要赶紧找到破局的办法。我准备这次给埃雷兹一次机会，试探一下他到底对我是不是真心的，到底是不是对安斯罗塞尔的阴谋一无所知。目前的情况让艾安娜很烦，那种想要抓住敌人的尾巴却怎么也抓不住的感觉，就像是在面对前世的埃雷兹一样。看着发呆的艾安娜，塞利亚竟然脸颊微红，小妹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帅了？姐姐的第一次发现，备受自己保护的小妹会变得这么帅。就在刚刚，艾安娜决定露出破绽，来测试埃雷兹是真的喜欢自己，还是本就知晓罗塞尔的阴谋所伪装的。见小妹如此自信，塞利亚也不再啰嗦，只是叮嘱小妹一定不能喜欢上他，毕竟男人大多数都靠不住呢。艾安娜笑得很灿烂，那么我亲爱的姐姐，莱昂公子是不是也不可靠呢？怎么又把话题扯到我身上了？姐姐似乎很害羞。莱昂公子和别人不一样了，他曾说过我额头上的伤疤很好看，他真的很温柔，我能清晰地感觉到那种温柔不是演的，他真的很帅气呢。确实呢，莱昂确实是能把姐姐托付给他的人，能见到姐姐脸上洋溢的幸福，艾安娜非常的开心。夜晚的罗塞尔府邸内，埃雷兹精心准备着去里哈普公爵府的衣服，侍女们都被吓坏了。今天埃雷兹少爷好可怕，选件衣服比女人还挑剔。第二天一大早，埃雷兹便来到了艾安娜家里，他似乎在思索着什么，眼中的没有之前的稚嫩感，很是成熟。直到看到艾安娜的时候，他的脸颊才不受控制的变红，心脏也狂跳不止。欢迎您的到来呢，埃雷兹少爷，我可等您很久了呢。艾安娜已经进入了表演状态。
态。见状，埃雷兹大步朝着女孩跑去，艾安娜也配合的迈着小碎步过去。不知道的还以为两人是异地恋奔现了呢。两人一顿商业互夸，埃雷兹此刻显得格外嘴笨，一个劲的夸女孩好漂亮，公子你也长得更帅了呢，体型已经和上一世一样了，只是言行举止有很大差距，违和感真的太强烈了。他指着男孩的衣服，公子竟然戴了紫色的胸针，刚好搭配我特意准备的衣服呢。埃雷兹顿时僵在原地，磕磕巴巴的，我是记得小姐您喜欢紫色的花才戴的。见状，艾安娜直接双手背在身后，轻轻往前靠。看来埃雷兹少爷是真的和我心意相通呢。一套组合拳后，艾安娜把他带到了精心准备的花园内。她很久之前就弄好的紫色花园，这是我最喜欢来的地方了。终于有机会能和少爷单独待在这里了，因为每次来到这里，我都会想到和埃雷兹少爷在罗塞尔家族散步的样子。男孩被撩来，脸上的红晕就没下去过，他内心充斥着各种紧张和喜悦。侍女为两人倒上了茶，两人就这么在花园内相谈甚欢，时间一直持续了2个半小时。埃雷兹开心的不行，真希望能永远停留在这一刻。艾安娜感觉时机差不多了，好戏就此开始吧。她假装颤抖的把茶杯用力放在桌上。男孩一愣，小姐您这是怎么了？是累了吗？艾安娜低着头满脸歉意，对不起埃雷兹少爷，我一时间没有控制住，怎么能让少爷看到我这样的状态？艾安娜的话语显得格外自责，而埃雷兹却瞬间慌了神，伸手握住女孩，表情中尽显担忧。小姐您是不是有什么烦恼？可以告诉我吗？我想当您的倾诉者，可以吗？语气中似乎带着祈求。艾安娜还是一副难以言辞的样子，对视上男孩的眼神，静静的过了3个2秒半，表演进入2阶段。埃雷兹少爷记得上次狼群袭击事件吗？您受的伤好了吗？男孩有些摸不到头脑，小姐竟然还在关心自己，已经好了，只不过伤疤还在。接着艾安娜告诉了他迈尔家族抓到刺客的事情。埃雷兹一脸懵，很显然他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却不知他的任何表情都在艾安娜的观察之下。据他们所说，刺客行刺的对象是迈尔公子。说到这里的时候，艾安娜找准时机收回被握住的手，双手抱在怀中，一副很害怕很可怜的样子。埃雷兹顿时就反应过来，难不成他们说幕后指使是里哈普家族吗？见状，女孩显得格外激动啊，对，可他们明显就是在说我怎么会做那种事呢？男孩的眼神变得非常坚定，我相信艾安娜小姐，况且里哈普家族没有理由做这种事情。艾安娜心中差不多有了答案，埃雷兹的态度找不出一点问题，没有任何迟疑或是装傻充愣，反而一副我说什么他就信什么的样子。男孩似乎有些失落的偏过头去，记得那时候小姐和迈尔还处于订婚状态吗？艾安娜不语，只是内心在盘算。表演进入第3阶段，她身体瞬间颤抖的不行，把迈尔家族诬陷自己那些恶心话语都说了出来，低头哭泣起来，眼泪滑落在裙子上。这便是她的套路。来吧，埃雷兹，你所爱慕的女子受到这种侮辱，让我看看你的反应好吗？怎料话音刚落，一股恐怖又冰冷的杀气袭来，就像是回到前世那个熟悉的埃雷兹一样。迈尔竟敢如此冤枉你，我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的。刻意精心打扮，邀请仇敌儿子和自己约会，故意流出眼泪，装得楚楚可怜，只为测试埃雷兹对自己的爱慕是否为假装的。果然不出艾安娜所料，在听到自己被诬陷和侮辱的话语后，埃雷兹果然坐不住了，他周身弥漫恐怖的杀气，似要让对方付出代价。艾安娜趁热打铁，告诉他迈尔家族只是幌子，真正的策划者是麦德斯家族。埃雷兹仅仅思考了2秒半，眼神变得成熟异常，他认真地看着女孩，艾安娜小姐，您能把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吗？男孩的态度是艾安娜没有想到的，他吞吞吐吐地佯装着正想拒绝，埃雷兹却打断了他的话，小姐求你了好吗？这件事交给我，我实在无法忍受小姐被这些肮脏的事情卷入，也不要觉得会麻烦我，因为我是真的很想帮您啊。见状，艾安娜内心开心到不行，但表面依然在演，毕竟这可是最让她有利的走向。安斯罗塞尔，你这个卑鄙的老家伙，若是你亲儿子介入这件事，里哈普家族就能脱离矛盾中心，而且若是你的计划被你儿子破坏，真是期待你到时候会是什么表情。接着埃雷兹便站起身来，小姐事不宜迟，我得先走了，请您放心，无论是哪种情况或是什么原因，我一定帮您讨回这个公道。看着男孩对自己伸出的手，艾安娜内心竟然冒出了一丝负罪感，尽管知道不应该，但这不是她能控制的情绪，不过也有且仅仅只有一丝。她配合地牵住埃雷兹的手，男孩脸颊又变得通红起来，似乎有什么话要对他讲。本来确实有些话准备今天告诉您的，不过请小姐再等等吧，不会很久的。他让艾安娜不用送自己出去了，受了这么大委屈，您早点休息吧。此刻的他们就像是2个戴着面具的人，在舞台上演出着一场场好戏，而那个恶魔则是第一视角的观众。另一边的骑士训练场内，阿贝尔似乎心情很不好，逮着骑士队长就是一顿练。每次家里有男人来找艾安娜小姐，这家伙就像是中毒了一样，感觉是在拿我们发泄似的。好在忽然一旁传来的声音，转头一看，是艾安娜过来了。我亲爱的小姐，您可终于来了。骑士队长像是找到了救星，待他走远后，女孩才告诉阿贝尔刚刚的事情，他甚至连自己都没发觉。阿贝尔永远是自己分享消息的第一人选。接着又拿出一封信，罗克斯寄来的。出乎阿贝尔预料之外，那红毛仔竟然没有对艾安娜嘘寒问暖，只表示这段时间他很忙，但好在罗克斯的能力出众，已经远超计划之外的时间便完成了准备工作。现在艾安娜的咖啡店定在了2天后开业，怎料聪明的阿贝尔却发现了藏在信件里单独的一页，等忙完就来找你哦。
亲爱的艾安娜小姐。阿贝尔都还没说话，女孩便开始解释，她来找我是生意上的事情。怎料阿贝尔却邪笑的偏过头去，不愧是我的小姐呢，能同时把艾雷兹和罗克斯迷到团团转。怎么了？你在嘲讽我的手段吗？艾安娜不屑地瞥了他一眼。不，我对尊敬的小姐只有敬畏，她们应该能为你工作而感到荣幸才对，即便她们因为小姐您而打掉。所以呢，艾安娜小姐，请尽情地利用她们吧。一股杀气扑面而来，艾安娜有些搞不懂，此刻的阿贝尔内心在想些什么。那红色的瞳孔让他感到非常不自在，不想再与阿贝尔多聊，便离开了训练场。男人却在身后暗暗嘀咕：小姐啊，您可千万别怪我，若是您对他们还有一丝愧疚感，那么很可能还会重演前世的悲剧呢。毕竟罗塞尔安斯可没有您这么好心。时间一晃而过几天后，莱因哈特府邸内，今天是罗克斯两兄弟前往里哈普公爵府的日子。罗克斯慵懒地躺在沙发上，拍了拍自己给艾安娜准备的礼物，又看了看走来走去的莱昂。不是大哥，你在紧张什么？领带都打了20次了。来了，宝子们！就在刚刚，莱因哈特的府邸内，罗克斯慵懒地躺在沙发上，拍了拍自己为艾安娜精心准备的礼物。哥哥莱昂紧张的不行，他已经爱上了塞利亚。硬汉的脸红证明了一切。为了让自己显得不是那么尴尬，他把话题聊到罗克斯身上。好小子，敢笑话我是吧？你也该结婚了，把心思给放在家业上来。罗克斯一脸无所谓，家业就交给哥哥吧，没必要两个人都是骑士吧。怎料此话一出，莱昂便开始指着他：你是想玷污父亲的名誉吗？想到已经死去的男人，罗克斯脸色很难看，但他不怪莱昂，因为哥哥也没有错，只不过他们不理解自己而已。墙上的双剑纹章代表着骑士家族的荣誉，同类型拥有爵位的骑士家族都在笑话他。父亲交给我的是剑术，不是算盘，可他们又何尝尊重过别人的选择？等着吧，那些狗崽子们，我会用结果让你们闭嘴。整理好心情，转过头，露出一个无法选中的表情。啊，对，都是因为我，导致哥哥原本的结婚对象退婚了。但不是也正因如此，你才遇到了塞利亚小姐？莱昂感觉一拳打在了棉花上，自己还受到了高额的魔法伤害。所以啊，老哥，你得感谢我的不守规则才行呢。走吧，别墨迹了，你的塞利亚小姐待会快等不及了。而自己也确实是真的想见到艾安娜。一个转场过后，两人来到了里哈普公爵府。大哥大嫂刚见面就显得那么可爱，塞利亚轻声细语，很是温柔，莱昂结结巴巴的更是呆萌。艾安娜和罗克斯都看呆了，这俩人还真是绝配啊！他们配合的帮两人打着助攻，赶紧去约会吧。空气中全是恋爱的酸臭味。待塞利亚和莱昂离开后，仅仅2秒半，艾安娜和罗克斯便大笑了出来。他喵的，刚刚差点就忍不住了。两人又正式礼貌地握了握手。莱昂主动提出让侍女拿来红酒杯，拿出准备好的礼物。艾安娜有点懵，上次不是告诉过她自己不喝酒吗？这可不是红酒哦，这是苹果酒，只有一点点酒味呢。这小子还挺细心的啊，轻轻倒了一点点递到艾安娜面前，怎料女孩却没有动。罗克斯差点抓狂，不是集美苹果也不行吗？见他出现这个表情，艾安娜才拿起杯子，一切都在掌控之中。杯子碰撞发出清脆的声音，似乎在代表着好运。艾安娜也挺惊讶的，没想到自己对这个玩意不过敏呢。两人很快将话题聊到咖啡店上，目前的情况很差，几乎没有生意。罗克斯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丝毫难过，这也在艾安娜的预料之中。刚开业生意差，毕竟平民吃不起，贵族看不上。他嘴角带着微微邪笑。罗克斯少爷有没有觉得跟我合伙做生意是个错误的决定？错误吗？那我可真的太喜欢了，因为这个错误的决定让我遇到艾安娜小姐了。即便再错100次，我也愿意。更重要的是，我坚信咖啡店是一定能爆红的。不过现在呢，我们缺少一个契机。艾安娜眼神一闪，这就是和聪明人打交道的好处。下午正好有一场和其他贵族小姐的聚会，一场表演的音乐剧，我会安排好一切，把人给拉进咖啡店，到时候就要看你发挥了。时间很快来到下午，艾安娜已经出现在音乐剧的会场内。表演的男歌手名叫罗切佩德，因为长得帅，深受贵族圈的小女生喜欢。表演结束后，艾安娜熟练配合着小姐妹的情绪，她们因为艾安娜花大价钱才能坐的前排，一个个使劲感谢着女孩。可当艾安娜提出去咖啡店的时候，势利眼的他们纷纷一脸不乐意。一个落魄贵族少爷开的店，感觉好没品味的样子。他们似乎觉得走进罗克斯的店铺都是一种丢脸的行为。当然，这一切也都在艾安娜的预料之中，所以她早就准备了后手。也就在这时，刚刚的那个男歌手罗切佩德出现在艾安娜面前，一旁的小姐妹纷纷被迷得不行。她们没想到艾安娜竟然认识自己的男神。来了，宝子们！就在刚刚，艾安娜和小姐妹们看完音乐剧后，便准备带领着众人去咖啡店。怎料小集美们却是一脸嫌弃，她们觉得去一个落魄贵族开的店太丢脸了。而这一切也都在艾安娜的预料之中。也就在这时，刚刚音乐剧的男歌手忽然出现在艾安娜面前，绅士地吻了艾安娜的手，可把一旁几人给羡慕的不行。谢谢小姐，您上次请我喝的咖啡，只是过来给小姐打个招呼，我还有事得先走了。原来他也是艾安娜安排的演员。男歌手只是短短2句话，便让小集美们纷纷改观，他们瞬间对咖啡店似乎又不那么有偏见了。见状，艾安娜还故意阴阳怪气他们，他喵的，刚刚谁说丢脸来着？
而集美们直接无视了艾安娜。男神都去的地方有什么丢脸的？这时一旁的罗切佩德才探出个头来，朝着女孩眨了眨眼，表示搞定了呢，小姐。虽然艾安娜知道，即便不找这几个大嘴巴的小姐妹去，凭借罗切佩德的影响力，咖啡店迟早也会爆火。但毕竟迟则生变，珍惜好每一次机会。咖啡店内，罗克斯甚至好好打扮了一番，他对艾安娜的能力无比自信。至于自己的话，只需要做好该做的表演就行了。服务员的态度非常热情，装修的也非常豪华。几个小集美一愣一愣的，他喵的，你管这个叫落魄贵族吗？甚至咖啡店内还有刚刚音乐剧的女主角，当然也是艾安娜提前安排好的。几人来到一张圆桌坐下，对新鲜事物的恐惧让他们依然挺抵触的，感觉这个叫咖啡的东西看起来像是泥巴一样。他们开始为自己的冲动感到后悔。也就在这时，罗克斯缓缓来到一旁，他对自己的形象也非常有把握，独属于骑士基因的身材，搭配上温柔的语气，几人被迷得不行，甚至连罗克斯说话都听不见。自我介绍后，表演开始。真是谢谢您的艾安娜小姐，每次都能带不同的人过来喝咖啡，若是不介意的话，我能加个位置吗？就坐在你们俩小姐中间好吗？艾安娜也有点看入神，没想到这小子还挺会打扮的。明明上午只是告诉他要穿正式一点，艾安娜配合的和罗克斯演戏，融入进他们的场合后，男人便开始编故事。原本咖啡的口味就是有点微苦，而能抵消他们抗拒情绪的办法就是用甜味，当然仅仅是糖可不够，再加上一些他们感兴趣的爱情故事，微微红晕的脸颊，优雅的谈吐，几个小集美竟然听入迷了。他们第一次喝到又苦又甜的饮品，罗克斯配合的给他们续上杯，他的表演很成功。几个小贵族们对他本人和整个咖啡店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每个人都办了会员。毕竟按照这个速度，下次来估计就得提前预约了。艾安娜也没想到，这小子还是个情场高手啊！若是我没有前世的记忆，怕不是也会被他给迷住。很快几个小时过去，这场小聚会已经结束。艾安娜知道，以他们的性格，不出3天，咖啡这2个字就会出现在所有贵族的耳中。她忍不住的捏了捏下巴，装了一天的天真活泼，脸都装僵硬了。怎么样，艾安娜小姐，我的表现如何？送你2个字，非常棒。而罗克斯却露出一个坏坏的笑容。我的艾安娜小姐啊，我是说，您不觉得我今天很帅吗？艾安娜并没有察觉罗克斯的意图，差点笑喷了出来。确实挺帅的，不过你什么时候这么自恋了？怎料就在下一秒，罗克斯一把挡在艾安娜面前。小姐能跟我去密室聊聊吗？不是工作的事情哦，是我自己有些私事呢。说完便转身径直往里面走去。艾安娜也敏锐地察觉出一丝不对劲。来了，宝子们！就在刚刚，经过艾安娜和罗克斯的配合，2人合作的咖啡店名声终于打出去了。而在结束了忙碌之后，罗克斯却拦住了准备回家的女孩。他把艾安娜带到一间私密的房间，这里可是我特意准备来收集情报的地方。那你可太厉害了吧，罗克斯少爷！这么短的时间就准备好了这么多，听你夸我感觉非常棒。所以呢，我的少爷，你是想跟我聊什么私事呢？怎料罗克斯表情忽然变得非常认真，他已经忍了很久了，必须要说出来，不然心里一直不痛快。艾安娜有些惊讶，他这副模样感觉有点夸张了。而另一边公爵府内的阿贝尔却在闷闷不乐。小姐啊，小姐，您到底在和那个红毛聊什么呢？这么晚都还没回来。在阿贝尔的心中设想，艾安娜应该是会喜欢小红毛这个。忽然他看到了楼下的塞利亚，这么晚了还让人给莱昂送信，果然热恋中的人就是无聊。他就这么抬头静静盯着天上的月亮，双眸被月光衬托得格外忧郁，似乎很多心事。这边的艾安娜已经坐上了回家的马车，疲惫了一天，她终于能休息一会了。这一次和罗克斯的握手不仅仅是最真挚的友谊，命运的齿轮开始换了一个方向旋转，和前世不一样，这一次艾安娜绝对不会输。原来刚刚罗克斯的第一句话就是询问艾安娜是否缺钱，感觉你找我合作似乎有点着急的样子。艾安娜猛了一秒，自己已经表演得很逼真了呀，这小子的敏锐果然不是盖的。虽然自己迫切需要钱来进行复仇计划，但肯定不能告诉罗克斯这些。他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但并未说明原因。镇定点，不能暴露出弱点。虽然前世和他是伙伴，但那可是建立在自己手握重权的前提下。这一次的自己只是个无权无势的贵族小姐。于是他直接以退为进，反问罗克斯，若是自己的真的要找你借，你愿意把你的所有都给我吗？而罗克斯的回答让艾安娜都不禁呆愣在原地，他竟然愿意给我，而没有说借。男人就这么直直盯着艾安娜，怎么了？有问题吗？艾安娜带着坏坏的笑容，少爷别开这种玩笑了，你可是肩负重任的人啊。怎料罗克斯却忽然露出一个阿贝尔同款笑容，我可没有开玩笑哦，当然这个待遇只有你才拥有，毕竟在别人眼中，我一直都是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呢。他收回笑容，告诉女孩，自己不想跟你只是合伙人关系。艾安娜小姐，我们能成为好朋友好兄弟吗？或者好闺蜜也行。女孩不知道罗克斯到底想表达什么，她袒露了自己的心声。你知道吗，艾安娜小姐，能认识你我真的很开心。你知道的，我在贵族圈内地位超级加倍的低，甚至包括我大哥和母亲，他们也说我是在不务正业。我一度都准备放弃了自己的梦想，直到遇到你的那天，你让我感觉就像是一束光，而且你身上有跟我一样的傲气，我能感受得到。所以艾安娜小姐，这才是我要跟你聊的私事。女孩终于明白了，她不认
认为罗克斯是在伪装，内心竟忽然有点感动了。他低头沉默了2秒半，以后请多关照我的朋友罗克斯，真是特别的感觉呢。第一次拥有能称作为朋友的人，而此刻的艾安娜还不知道，埃雷兹的信已经在寄来的路上了。来了，宝子们！就在刚刚，罗克斯对艾安娜袒露心声，以朋友的身份，两人的友情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而在艾安娜回到家后的一连好几天内，她总算是过了一段清闲的时光。咖啡店的生意越来越好，花园内的果子渐渐成熟，就像塞利亚姐姐的爱情一样，越来越甜蜜。两兄妹打趣地看着她，布莱尔有没有觉得大姐最近好漂亮？你在学院可不知道姐姐都谈恋爱了。果然呢，大姐一直在念叨着莱昂，每天都要来回送好几封信，书码很慢，爱情也很纯粹。还好我们是贵族家庭，不然光送信员的费用都是不小的开支。艾安娜知道未来莱昂的遭遇，他会死在几年后的灾难中，但若是他和姐姐在一起了，便不是外人，到时候得想个办法救一下他。草坪上的风吹得很舒服，布莱尔的一席话打断了艾安娜的清闲。姐姐你知道吗？最近学院里可不太平，那天下着很大的雨，院中忽然被敲响，老师把所有学生都聚集在一起，告诉他们在宿舍内发现了有关于恶魔和黑魔法的书籍，他们抓到了那个恶魔崇拜者。此话一出，艾安娜顿时愣住，她有种不祥的预感。布莱尔告诉他，仅仅只是看到那些书籍一眼，就会让人感到全身不自在。学院内甚至因为这件事连同那个人舍友也抓了，宁可杀错绝不放过。他们对这件事保持着非常严格的态度，这让艾安娜感到隐隐不安。恶魔崇拜者确实是重罪，因为自己脑中一直想着复仇，却忘记了这一点，自己还有一个契约恶魔的证据，若是被发现，家族肯定会受到牵连。艾安娜暗暗告诉自己一定要小心，她甚至开始对恶魔的书籍产生好奇，若是能看看书中的内容，说不定就能知道阿贝尔的秘密。敏锐的布莱尔发现了不对劲，姐姐的想法有点危险哦。除艾安娜之外的所有人都想不到，恶魔竟一直在他们身边。相较于恶魔书籍的事情，布莱尔更关心的是艾安娜最近的生活。听说你跟罗克斯走得很近，姐姐该不会对他有意思吧？怎么可能啊，你这臭小子，我跟他只是朋友关系而已。一旁的阿贝尔听到后心情瞬间都变好，就知道是自己胡思乱想，我家小姐怎么可能会看上那个红毛仔？怎么了臭弟弟，你怕两个姐姐都嫁人了吗？放心吧，我暂时没有谈恋爱的打算。自己真是意图被拆穿。布莱尔想找个地缝装进去，他被艾安娜调侃到耳根子都红了。但说到谈婚论嫁，他脑中竟然不自觉地浮现出阿贝尔的身影，转头朝着对方背影望去，怎料阿贝尔就像是能感应一般，竟在这时忽然转过头来，搞得艾安娜满脸羞愧地勒紧了布莱尔。不过话说回来，若是前世在帕西托家族的时候和阿贝尔逃掉远走高飞的话，自己会是什么样子呢？也就在这时，佣人朝着他走来，递给了艾安娜一封信，打开一看，竟然是埃雷兹写来的。他找了个借口把布莱尔打发走。阿贝尔也在这时缓缓走来，埃雷兹说让我明天和他见一面，估计是聊麦德斯家族的事情。只是见面的地点既不是在罗塞尔的领地，也没有在里哈普的领地，在室内的玫瑰花园，皇室的中立区域。阿贝尔坏坏一笑，可能是发现两边都不安全了吧。艾安娜仔细思考着，埃雷兹啊，你究竟知道多少关于罗塞尔家族的事情？作为罗塞尔家族的人，你究竟会站在哪一边呢？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艾安娜如约来到玫瑰花园，阿贝尔似乎在阴阳怪气，这里环境有点浪漫啊，不适合聊正事，倒是挺适合约会的。这小子还真是会挑选地方，而且这里就像是包场了一样，一个人也没有。艾安娜没有理会他，只是隐隐感觉有点不安。放心吧，小姐，我没有感觉到杀气，而且有我在，没人能动您一分一毫。艾安娜偏过头去看了他一眼，你的小嘴还是像抹了蜜一样。是的呢，能让您开心我就很开心，所以你小姐，您还是多笑一笑吧，毕竟爱笑的人一般都挺开心的。简单的话语让艾安娜一愣，平时阿贝尔可不会说这种话，他给艾安娜的感觉像是离别前的嘱托。也就在这时，阿贝尔眼神一冷，有人来了，这是人类听不到的距离。随着他视线望去，埃雷兹出现在远处，看到艾安娜后，他那单纯害羞的表情又露出来，快步朝着女孩跑去。只不过见面的他的第一句话竟然有些不悦，还以为小姐您会一个人来的。当然艾安娜反应也很快，表示经历过之前刺客的事情后，自己就产生了阴影，所以每次出门都要带护卫。阿贝尔表面礼貌地对着埃雷兹打招呼，真是特别感谢您啊，少爷，多谢您上次救了我家小姐。埃雷兹回应阿贝尔一个同款微笑，不客气哦，这是我理所应当做的事情，不过你身为护卫却没有做到呢。艾安娜看着他的表情，竟然一瞬间冷得后背发凉。护卫疏忽了对主人的保护，竟然还能留在主人身边，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呢。来了，宝子们！就在刚刚，艾安娜受邀来到玫瑰花园和埃雷兹见面，还以为会有阴谋和危险，怎料男孩依然一副天真单纯的笑容。只是在和阿贝尔打招呼的时候，艾安娜感受到了一股冷气，似乎是因为阿贝尔没有保护好自己。埃雷兹对他充满了敌意，这感觉是嫉妒吗？更像是比嫉妒更加冷漠的愤怒。为什么要愤怒？就因为阿贝尔让我陷入危险之中吗？他反应极快的小手扯了扯埃雷兹的衣角，对不起少爷，那时候是我听信了迈尔的狗话才撤掉了护卫，让您担心了我感到很难过，谢谢您为我着想，但这件事真的与
与阿贝尔无关的。本来一直瞪着阿贝尔的男孩，听到艾安娜的话后，展现了什么叫做变如脸。好吧，好吧，我相信艾安娜小姐能有正确的判断的。不过接下来我们能单独聊聊吗？她并不想让阿贝尔听到自己和女孩的谈话。艾安娜没有丝毫破绽，表示肯定没问题了。埃雷兹大人可比任何人都要靠得住，如预料中一样，男孩顿时脸颊又通红起来。他最喜欢的就是艾安娜嗲嗲的声音，没等他回过神，便被艾安娜拉住一个劲往花园里面走去。只是在不经意间的转头，阿贝尔便已经明白了所有。艾安娜故意用肩膀碰了碰男孩，埃雷兹就像是炸毛的小猫咪一样，心脏咚咚跳。艾安娜都在怀疑自己是不是想太多，这小子根本不像是有坏心的样子。男孩平复好心情告诉他，其实这里不是没人，只不过被自己包场了，因为实在不想有人打扰我们俩。感觉是说给阿贝尔听的，像是在说黑毛电灯泡你多余了。他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的和艾安娜聊着，暖暖的风吹向两人，空中缓缓飘落着玫瑰花瓣，伴随着阵阵淡淡的花香，掉落在一旁的水池中。艾安娜的脸颊竟然忽然变红起来，她的心脏也开始加速跳动，两人的肩膀又一次相互碰撞，这一次连艾安娜都被搞紧张了，不约而同的偏过头去，小拳头捏紧，不是演戏，似乎那一瞬间真的被触动到了一样。不是说好了绝不会原谅埃雷兹的吗？他赶紧把话题扯到刺客身上去，男孩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他已经把刺客从麦德斯家族带回去审问了一番，但确实没有查出幕后指使是谁，即便用尽了手段，他们也只是说受到麦德斯家族的命令来散布艾安娜小姐的谣言。在得知艾安娜想见刺客的时候，男孩似乎并不愿意，但他也没有拒绝，只是不建议。这让艾安娜更加纠结，他竟然愿意让我见到刺客，就说明埃雷兹没有在这件事上说谎，毕竟他的审问手段自己非常清楚。男孩转过头认真的看着艾安娜，小姐您答应我一定不能碰到刺客的身体，我害怕会脏了您的手。那种纯洁的笑容，那种一心为自己着想的痴狂，像是花园内的玫瑰花一样，在不停陶醉着艾安娜。他做出初步保证，调查还在继续，麦德斯家族会给里哈普家族支付赔偿金。艾安娜表面一脸感动，少爷竟然能为我做到这个地步，但内心实则在想，他能这么顺利的解决和麦德斯家族的利益冲突，他父亲又和麦德斯家族在合作，所以安斯罗塞尔，你是为了瞒住你儿子所妥协吗？还是说埃雷兹早已知晓你的阴谋，甚至一直参与在其中？而男孩依旧满脸柔情，带着歉意的语气，对不起小姐，没能帮您早点解决。他一把单膝蹲在女孩面前，请小姐您再耐心一小会就好，我会查明真相，对幕后黑手进行惩罚，所以您千万不要害怕，我一定会保护您的。男孩哀求般的语气，刹那间刺痛着艾安娜的内心，她的愧疚感不受控制的跑了出来。说到底，他也只是一个普通人，哪能做到那么心狠手辣？他闭上双眼，想把这些情绪给丢掉，可忽然间，男孩声音又让他内心一颤，非常冰冷的字眼：麦德斯家族和迈尔家族让小姐您伤心哭泣了，所以我必须让他们付出代价，很痛很痛的那种代价。艾安娜忽然感到非常惊悚，甚至冷汗都滑落下来。虽然她表情没变，但她身上散发的寒意，像是来自未来的埃雷兹，那个冷血残暴的罗塞尔家主。或许眼前这个温柔的少年已经有了冷酷的种子，还有可能是仅仅在我面前才会露出天真幼稚的一面。艾安娜没有说话，她的脑子很乱，甚至乱到快无法正常的思考。埃雷兹还在自言自语，他发誓一定不会让人再伤害到艾安娜，他接受不了艾安娜受到一点伤害。艾安娜更乱了，可恶，快冷静下来啊！艾安娜，你大仇都没报呢，你在干什么？他脑中有两个埃雷兹，一个是非常恐怖的仇敌，另一个则是非常温柔的少年。男孩缓缓站起身，小姐，我们逛逛花园吧。见对方扯开了话题，艾安娜也冷静了下来，暂时不要想这么多了，小手牵在一起。不远处的阿贝尔满脸冷漠，我亲爱的小姐，我就知道你还是太心软了。他重重的叹息，像是非常无奈一样。这边两人逛了一会，纷纷都若有所思的，直到现在，艾安娜依然没有平复过来。是环境的原因吗？艾安娜小姐也喜欢玫瑰花吗？是的呢，我非常喜欢，毕竟代表着爱情嘛。男孩忽然有些郁闷，可惜不是紫色的玫瑰花。他让女孩等自己一下，低下头翻找了一番，不顾自己的形象，摘下一朵粉色玫瑰。虽然没有紫色的，但这朵小姐觉得怎么样呢？艾安娜颤颤的接过来，确实很美呢，就像埃雷兹少爷一样很纯洁。听到您夸我真的很开心呢，真希望每天都能送您玫瑰花。男孩的心脏在狂跳，似乎准备向艾安娜告白。女孩也愣住了，她有种不好的预感。艾安娜小姐，我是真的很想每天都送您花，也想一直都待在小姐您身边。她这次没有结巴，尽管很紧张，停顿了2秒半，紧紧地闭上了双眼。艾安娜小姐，我想对您说，我爱你，我真的爱你，我真的很爱你，所以你能做我的女朋友吗？女孩的脑中顿时陷入一片空白，这是预料之外的事情。她心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情绪，有难受，有愧疚，甚至有点不知所措。不远处的阿贝尔将这些尽收眼底，可怜的小姐啊，虽然前世有过未婚夫和一个丈夫，但从未听到过我爱你这3个字，而现在竟然在自己玩弄的仇敌身上听到。现在既不能永远爱上埃雷兹，也不能永远憎恨他了吧？真是既可怜又可爱呢。我亲爱的小姐啊，我真的很好奇，你会怎么做呢？
前世灭他一族的仇人，如今却爱上了他。埃雷兹对他的无微不至，在他面前的天真单纯，像一朵花，在此刻含苞待放，紧紧地闭上双眼，似乎很紧张，似乎心跳声都能听到。爱慕的话语在此刻倾泻而出，阵阵回绕在艾安娜的脑中，无法消散。这是她曾经想象过的画面，可真的发生之时，艾安娜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花园中吹着微风，纯白色的蝴蝶静静飞到艾安娜头顶，空气安静下来。埃雷兹有些歉意地看向女孩，对不起小姐，我是不是太突然了点？艾安娜终于回过神来，能给我一点时间考虑吗？这个结果似乎是男孩预料的一样，至少没有拒绝，说明还有机会。真的很抱歉，艾安娜小姐，本来是准备解决完家族的事情再告诉你的，但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我不想强迫小姐接受我的心意。她的话语中带着颤抖，好像她知道些什么事情一样。艾安娜小姐，您只需要知道我爱你那就足够了。等我处理好家族的事情后，我会跟您正式求婚，希望到时候能听到今天没有听到的答案。女孩的心在暗暗刺痛，可恶可恶可恶，那种愧疚感直冲脑门。埃雷兹朝着她伸出手，走吧小姐，我送您回去。男孩身上的失落感，艾安娜能清晰地感受到。简单的告别之后，一路走了好久，艾安娜都处于沉默之中。知晓一切的阿贝尔心绪也是很杂乱，看到了艾安娜的手，小姐啊，您的手受伤了呢？他再次回过神来，是埃雷兹给自己的花，被倒刺挂伤了都没发现吗？如此惹人怜爱的孩子，为什么是我的仇人呢？为何命运要这样捉弄于我？他对埃雷兹非常矛盾，自己到底该怎么办？回到家后的2天内，他一直躲在书房，想用看书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但貌似并没有用，随手丢到一旁。躺下的时候，看到了母亲的画像，满脸温柔慈爱的笑容，似乎让艾安娜的心情不那么杂乱。很多回忆袭来，那是在母亲去世之前，这个书房就是父亲给母亲准备的，因为他爱看书，所以爸爸将府内最大的房间做成了书房。那时候妈妈虽然觉得很离谱，但内心也很开心，父亲是真的很爱母亲，即便离世这么久，书房仍然一直被精心呵护着。想到前世的自己，好像也活到和妈妈相似的年纪，可自己却从未感受过那种爱意。埃雷兹的身影又浮现在脑中，但这次他似乎下定了决心，自己怎么能这么傻？一个告白就让自己迷了心智吗？别傻了，我的目标只有一个，拿下安斯罗塞尔的脑袋。至于埃雷兹让我内心杂乱的原因，肯定是怜悯，对那个不知情却爱上我的男孩的怜悯。艾安娜把这种情绪给锁起来，她终于振作起来，只是有些不爽的是，估计那天和艾雷兹的谈话被阿贝尔给听到了。忽然阿贝尔的声音传来，他喵的怎么每次说到他就来了？阿贝尔轻轻拿起桌上的书，好心啊，小姐您确定您在看书吗？忽然的嘲讽让艾安娜顿时绷不住了，我干什么关你屁事啊？怎料就在下一秒，阿贝尔忽然抓住艾安娜，就像变了个人一样，他的声音变得格外陌生，双眼盯着艾安娜，小姐啊，您知不知道啊？你已经连续想了2天埃雷兹了。曾经灭他一族的仇人，如今竟然爱上了他。埃雷兹的告白让艾安娜慌了神，明明自己只是利用他的感情，可男孩透露出的如那骨子里纯洁的爱，却让女孩久久无法平静。她把自己锁在母亲生前的书房，可效果仍然甚微，脑中总是弥漫出埃雷兹的身影，甚至连阿贝尔出现在一旁都不知道。拿走女孩当作伪装的书籍，一把将艾安娜壁咚在墙上，脑袋轻轻靠近女孩，就这么直勾勾地盯着对方，冷漠的语气让艾安娜感觉非常不适。我亲爱的小姐啊，真以为我不知道吗？您这几天可一直在想着埃雷兹呢，所以呢，能否告诉我你们那天在花园聊了些什么吗？艾安娜全力推开阿贝尔，她不愿透露过多，各种各样杂乱的情绪在她脑中，实在不知该怎么开口。殊不知阿贝尔早已知晓一切，他知道这是女孩必须经历的事情，本想着让她自己走出来，但看现在的情形，估计很难了吧。令他意外的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艾安娜还是说出了实话，只是脸颊却不由自主地通红起来，本能反应根本无法控制。见此情形，阿贝尔露出一刹那旁人难以察觉的心痛，事情似乎变得不妙，但表面上他仍然得继续伪装，后退2步，很是冷静。是吗，小姐？看来您获得了一颗强有力的棋子了呢。艾安娜内心也是猛地一颤，这么冷静吗？倒也符合一个观众的角色定位。小姐，您说阿贝尔准备先解决家里的事情，您认为罗塞尔家族的事情指的是什么呢？不知道，兴许我们的敌人已经知道了我不好对付，估计下次会不择手段对我出手。这个不用担心，我会保护好小姐您的。您说埃雷兹会不会把安斯的脑袋拿到您面前呢？若是这样的话，肯定会很有趣呢。不可能，最多是准备尝试说服他父亲，但这也为我们争取了一些安全的时间。也有可能罗塞尔家族会因此放弃对付里哈普。阿贝尔有些不解，这样的话你们就不是敌人了，复仇不就结束了吗？怎料忽然间，艾安娜竟然露出阿贝尔的同款笑容。不，即便是这样，我也不会原谅，更不会放过安斯罗塞尔。原谅他是上帝该做的事情，我只需要送他去见上帝就行。只要和罗塞尔有关的一切，任何一切我都不会原谅。看着女孩很是坚定的眼神，真的是这样吗？阿贝尔准备测试一下，他也很忐忑。小姐啊，您说，如果我说的是如果埃雷兹愿意放弃罗塞尔的名字，您会接受他的心意吗？艾安娜愣住了，她犹豫了，她在想着阿贝尔希望听到什么样的回答。她自欺欺人般的将这份情感命名为怜悯，所
锁起来，永远也不要打开。邪魅一笑，真是荒谬。若是埃雷兹放弃了罗塞尔的名字，那么他对我将变得毫无价值。我没有理由跟一个毫无价值的人玩幼稚的爱情游戏。对于现在的我，爱情这种东西毫无用处。说完，他轻轻瞥向阿贝尔，这个回答他应该会满意吧？怎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艾安娜的眼神瞬间地震，阿贝尔的模样让他内心不停颤抖，一种悲伤至极的气息，掺杂着同情、失落、害怕和无奈，一言不发，静静地盯着女孩那娇柔的脸颊。女孩呆愣住，重生后的无数回忆席卷而来，她似乎捕捉到了什么，捏紧拳头。这不是一个恶魔该有的表情。她闪过一丝最渴望也最荒谬的念头：难道阿贝尔一直都爱着自己？忽然间，一阵声音将艾安娜的思绪拉回。布莱尔找了过来，似乎有什么事情。等一下，我马上下来。停止了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虽然只有一瞬间，像是去了很远的地方，然后又折返回来。他让阿贝尔不用跟着，悄悄回过头一看，果然是自己的幻觉。这家伙又露出一副讨厌的恶魔表情。而就在艾安娜走出书房的时候，阿贝尔眼中的女孩渐渐走远，好像真的离去，永远不会回来一样。紧紧关闭的房门，似乎如那一座大山，把二人永远的隔开。面无表情的看着房门许久，直到艾安娜的脚步声已经消失不见，阿贝尔才失落的低下头，将伤心和爱意深藏在内心，无处发泄的委屈，喃喃的不停嘀咕：您真的对埃雷兹动心了吗？捏紧的手似乎成为阿贝尔唯一的发泄方式，渗透的血充斥着无奈，无力的靠着房门，就像永远也打不破的阻碍。另一边的客厅内，艾安娜有些奇怪的看着哥哥和弟弟，似乎是布莱尔有什么事情要拜托自己。模糊为爱上他的女主人，即便是知道艾安娜有可能对埃雷兹动了心，她也只能默默承受。就在刚刚，艾安娜被布莱尔叫了过去，她听说最近有家咖啡店很火，想让姐姐陪自己去见见世面，这不正是巧了吗？这傻小子做梦都想不到吧？咖啡店是姐姐开的，正好也可以借此放松一下心情。因为阿贝尔的那个表情，自己总感觉心绪不宁的胡思乱想，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也在渴望着阿贝尔能真的爱着自己呢。很快他们便走到了咖啡店门口，喧闹的声音将他拉回现实。那辆马车很是显眼，而上面的标志竟然是罗塞尔家族的。弗莱塔尖锐的声音传入耳中，似乎像在闹事。他高傲的姿态训斥着咖啡店的服务员，而原因竟然是里面已经没有位置了，若需要喝咖啡的话，就必须到休息室先等等。明明知道我是谁，明明把里面的平民赶出来就好，这家伙怎么这么不给面子？他的愤怒被艾安娜给打断了。女孩的演技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小跑过去，一副巴结的样子，但内心却想的是千万别在我店里闹事。布莱尔看呆了，姐姐可真厉害，这么能演。艾安娜瞥向了弗莱塔身后的女人，没记错的话，这位应该是埃雷兹的家庭教师，名叫塔拉。还没等艾安娜说话，身后又走来一个女人。不是说店门口不能停马车的吗？是我们搞错了吗？两人纷纷转头望去，弗莱塔秒变乖乖脸。艾安娜安妈不好，怎么这个时候来个大人物？除了皇室之外最顶级的贵族玛格丽特公主。两人都是礼貌的行礼，怎料对方根本不认识他俩。手下告诉他之后，也只是才简单的打个招呼。弗莱塔似乎找到了报复的办法，随即对着服务员大吼：现在立刻马上，还不赶紧给公主安排座位？祸水东引他是专业的。艾安娜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而就在下一秒，门被打开，罗克斯站了出来。来者是克小姐，怎么这么大火气？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后，弗莱塔一脸不屑，传说中的落魄贵族原来就是他。他嘲讽着男人，连佣人都教不好。小姐，您这话我可不同意呢。我的手下没有任何错，这也是我定的规矩。平民贵族一视同仁，没位置了您就先等着呗。弗莱塔瞬间闪过一丝阴沉，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我可是罗塞尔家族的人，后面那位可是高贵的公主。我知道啊，小姐，但规矩就是规矩。若是您不满意，大可以换一家店。罗克斯直接和他硬刚。弗莱塔觉得自己面子丢了。好，真是怀疑我的耳朵听错了。莱因哈特家族看来不光只是没落了，甚至连智慧都不要了。记住了，红毛仔，我罗塞尔家族不会忘记今天的事情。放完狠话后，他还想着拉公主到自己这边，怎料玛格丽特并非他那种人，甚至表情连笑容都没有。等一会不耽误事的。弗莱塔小姐要一起吗？艾安娜都很惊讶，这位公主比想象中的不一样。被讽刺耍大牌的弗莱塔面对玛格丽特不敢发火，只能微笑着打着哈哈，而对方却理都不想理。好弟再见，说完便径直走进去。艾安娜心里暗爽的不行，你堂堂罗塞尔家族的长女也会有今天啊！别着急，等着我，这样的日子在将来对你来说可是常态了。罗塞尔的马车渐渐离去，几人也终于能好好喝咖啡了，因为人满了。艾安娜也准备先到休息室等着，而罗克斯却在此时朝着女孩眨了眨眼。我不是记得艾安娜小姐订了 VIP 包房吗？艾安娜瞬间反应过来，啊，对，真是的，都怪弗莱塔让我忘记了。接着布莱尔便来到他们情报工会的秘密暗室，只有布莱尔被傻乎乎的蒙在鼓里。艾安娜准备把玛格丽特也带到这里，这对自己说不定是个好机会，毕竟那位公主给我的感觉可非常不一般呢。只是初次见面，玛格丽特公主便给人一种特殊的感觉。她礼貌地在会客厅排队，艾安娜在悄悄打量着她。即便是和平民共处一室，公主也没有不满的表情。
抬头望去，面带笑容的艾安娜站在眼前，礼貌行礼自我介绍，我提前预定了位置，不知公主可否愿意跟我一起。怎料玛格丽特却看向自己的手下，我的同伴可以一起吗？当然可以，位置很充足，把手下当作为同伴吗？他对玛格丽特又欣赏了几分，毕竟公主是自己重生后遇到身份最珍贵的人了，有些机会转瞬即逝，自己必须好好把握。布莱尔礼貌打过招呼，几人慢慢熟络起来，只是惯性思维的他想不通，高贵的公主为何要与仆人同桌？艾安娜思索着该聊些什么，冷场留下的印象可不好。记得上一世她是嫁给了富有的贵族家，其他的消息完全没有。公主应该不是第一次来到这家咖啡厅了吧？并不是的，这是我第一次来。艾安娜瞬间表露出夸张的演技，天哪，我还以为您来过很多次了呢。毕竟让贵族和平民一起排队，贵族们通常都会不爽，就像是刚刚的弗莱塔小姐一样。布莱尔显得有些尴尬，因为若是让她排队，估计也会发火。而公主的回答却很让人惊艳，她觉得插队会让这里人为难，无论是服务员或是老板，亦或是那些普通人。出自内心的评价，玛格丽特公主真是太善良了。虽然身份的差距会有些许不公，但我愿意尽量让她的距离缩小一点。艾安娜眼神微眯，这位公主似乎真的很特别呢。咖啡很快端了上来，玛格丽特第一时间拿出钱，却被服务员告知结账要等用餐结束后，这只是给你的小费，多谢你把食物送过来。服务员受宠若惊，他喵的遇到大好人了，心思细腻，对人友善，真是越看越顺眼，得想个办法和她变成闺蜜才行。看到男人看向玛格丽特的眼神，艾安娜心中便有了主意。布莱尔，你说咖啡在你们学院都非常流行是吧？提神醒脑，适量饮用对学习还有帮助。玛格丽特对此话题并不感冒。那么杰克先生感觉如何？作为仆人的杰克有些惊讶，多谢小姐的关心。而此刻的玛格丽特眼神发生了变化，似乎不是那个冷淡了。她盯着艾安娜看了许久，袖口中的扇子掉了出来。玛格丽特似乎很在乎这把扇子，而艾安娜一看便知道这把扇子只是普通货。在得到扇子是别人送的信息后，看来送礼物的人真的很有眼光呢，感觉特别适合公主呢，对不对啊，布莱尔？话音刚落，玛格丽特眼角下竟然闪过一丝红晕，扇子也被紧握在手中。也就在这时，服务员来告知她现在有空房间出来了，玛格丽特即可起身换位置。艾安娜也没有阻止，礼貌的告别后，便邀请玛格丽特下次到家里聚。本以为对方会拒绝推脱，没想到玛格丽特竟一口答应下来。布莱尔都懵了，姐姐魅力这么大吗？连公主都能轻易邀约，艾安娜心情也是大好。小弟弟要不要尝尝这里的新款？姐姐今天请客哦。虽然不情愿，但布莱尔也没有拒绝艾安娜按在自己头上。忽然他们瞥见地上的扇子，姐姐让服务员送过去不行吗？老弟啊，你还得练，亲自过去不显得更有诚意吗？走在咖啡厅内的艾安娜很满意，一片其乐融融。来到玛格丽特所在的包房，门缝竟然开着的，本准备敲门的手却停了下来。眼前的画面让艾安娜呆愣在原地，玛格丽特竟然和一个男人在接吻。为了和公主成为闺蜜，艾安娜捡起对方遗落的扇子，准备亲自给玛格丽特送过去。刚刚走到公主所在的包房，发现房门掩了个空隙，准备敲门的手也停在空中。艾安娜看到了难忘的一幕，公主玛格丽特竟然在和杰克接吻，那可是她的仆人啊！艾安娜强制让自己冷静下来，只见杰克甩开玛格丽特的手，不可以的，公主好似恢复一丝理智。玛格丽特心中猛猛刺痛，眼神显得重剑犹怜，情绪开始崩溃，抓住杰克，快点告诉我你是爱我的好不好？可因为剧情需要，服务员忽然出现在艾安娜身后，场面一度显得格外尴尬。艾安娜递出扇子，公主刚刚掉落的，不料却被玛格丽特给叫了进去。她恢复了平静状态，似乎刚刚的一切都没有发生一样。谢谢艾安娜小姐，帮我找回我最为珍贵的东西。艾安娜都有些佩服她，这位公主和表面的柔弱看起来极度不符。既如此，公主您慢慢和我先告辞。而玛格丽特却直接把事情提了出来。小姐，你刚刚看到了吧？我们聊一会好吗？这次房门被杰克紧紧关闭，不过转念一想，似乎这件事也能作为把柄，不见得是坏事。他对公主表达了抱歉，接吻这种事情怎么能不关门呢？杰克僵在原地，他感觉自己为玛格丽特惹祸了，就这么盯着艾安娜。不用担心的，公主，我是不会说出去的，你说出去也无所谓，相反我还希望你能说出去。艾安娜懵了，这是什么操作？杰克却慌了，不可以的，玛格丽特大人。转头乞求般的看向艾安娜，拜托小姐您千万要保密。聪明的艾安娜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玛格丽特小姐，请问你们二人是情侣吗？两人否定的回答，就算会被人指指点点，但最后自己的婚约会被取消的吧？艾安娜捕捉到了什么？取消婚约，这才是玛格丽特的真正目的吗？怎么会这么巧？她的扇子掉了，怎么会这么巧？和杰克接吻的时候没有关门，她还在揣测对方的时候，玛格丽特却表示即便被家族流放都无所谓，至少这样就能和爱的人在一起了。看起来谨慎聪慧，想的倒是天真。你要是失去贵族身份，对我也就毫无作用。可恶，明明自己应该失望才对，为何会莫名与他共情？像是个为爱冲锋的勇士，他毫不掩饰表露出对杰克的爱，如此无悔坚定的目光。既然这样的话，小姐您就更加需要隐藏您和杰克先生的关系了。首先，您觉得您的公爵家族会认可杰克吗？
平民给家族带不来任何价值，即便你们的事情真的曝光了，家族也只会说是谣言，并且还会在根源遏制此事件。被爱冲昏头的玛格丽特没有想到这些，最真实的后果便是杰克的脑袋搬家，而一旁的男人却显得很淡定，似乎早已预想到的事情。玛格丽特起身往外走去，她现在想一个人静静。艾安娜小姐的话宛如醍醐灌顶，而艾安娜却显得格外烦躁，没有原因，也不想去思考原因。她起身准备离去，而在开门前却还是忍不住的询问：杰克先生，我想问你，你是否爱着玛格丽特呢？希望你能坦诚回答。若是同样爱着她，为何要拒绝她的吻？若是不爱她，为何要给她吻你的机会？因为我无法理智的控制自己的情感。我爱她，但我知道我配不上她，也和她不可能在一起。我希望她能幸福。语气中，艾安娜感受到了刺痛、伤心、难受、幸福各种各样纠结挣扎的情绪。虽然我知道她以后或许会嫁给年过半百的皇帝，成为一个小妃子，至少在此之前，我想让她感受到我的爱。虽然自私，虽然知道只是昙花一现，虽然知道我会因此而丢命，即便她的幸福里没有我的存在也无所谓。杰克甚至可以无条件、无止境地付出自己的一切。艾安娜眼神愣了许久，她似乎找到了自己莫名烦躁的答案。她脑海中忽然出现了阿贝尔的面目。艾安娜捏紧走廊的栏杆，好不容易才不去想那个恶魔，怎么又无法控制了呢？记得前世的未来，阿贝尔也和他一样吧？应该是一样的吧？他竭力平复好自己的心情，一定不是这样的。没有人会想要得不到回报的爱情。杰克和玛格丽特已经陷入妄想了，不能让自己在阿贝尔身上看到期待，那是对自己复仇的枷锁。回到自己的包房，布莱尔似乎吃得挺爽的，而当天晚上，艾安娜便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的她处决了安斯罗塞尔，她的大仇得报。掌声响起，红眼阿贝尔缓缓而来，他用恶魔的力量将自己拥在怀里。好了，我亲爱的小姐，你该履行诺言了，成功复仇后你就是我的了吗？他目睹了公主和侍卫的凄惨爱情，高贵的公爵之女却爱上了平民出生的仆人。玛格丽特的绝望与痛苦，他只想和最爱的人在一起。仆人杰克的无奈，身份的悬殊，让他知道最后结果会凄惨至极，所以只敢默默地爱着玛格丽特。即便最后心爱之人会嫁给别人，他选择放弃追逐爱的机会。他深情又无助的眼神触动到了艾安娜，他想起了阿贝尔，似乎很熟悉的样子。艾安娜被突发事件搞得心烦意乱，甚至在夜晚做梦的时候，复仇成功的自己，姗姗而来的阿贝尔，恭喜小姐复仇成功，以后您就彻底属于我了呢。迷茫的睁开眼睛，为什么会做这种梦？她自己都不知道。内心的潜意识里，艾安娜其实非常期待阿贝尔能对自己主动点。第二天一大早，艾安娜打着学骑马的幌子，得知是阿贝尔亲自教导小妹，罗伊德似乎很放心，两人骑着马跑了几百万里，汗水阵阵挥洒出来。他希望这么做能让自己的心思沉淀下来，可因为阿贝尔这个罪魁祸首全程跟着，艾安娜觉得心里更烦躁了。她停了下来，或许是目睹了玛格丽特的事情后，她难得勇敢一次。你说的那个恶魔印记，是真的永远都无法消除吗？说不定我会忽然结婚的，被丈夫看到肯定不行，所以真到那个时候，请你帮我把印记挖掉吧，或者用火烧掉也行。艾安娜就是想让阿贝尔生气，若是他真的生气，证明阿贝尔内心肯定有我，这可真是不好办呢。我不想在小姐身上留下伤疤哦，可未来的事情谁知道呢？若是不能顺利复仇，我只能选择依附强者去和老麦耶公爵或者埃雷兹结婚。怎料阿贝尔还是一副坏笑的样子。我亲爱的小姐，都说了多少遍了，我不喜欢听爱情故事，这可由不得你。怎么了？真到那天，你是准备把我关起来吗？男人有点搞不懂了。小姐今天是抽风了吗？莫名其妙的。空气沉默下来，前方的艾安娜抓紧了绳子，她很想转头看看阿贝尔的表情，她的情绪忽然不受控制的变得激动起来。若是阿贝尔你真的爱我的话，千万不要像杰克一样放弃好吗？怎料阿贝尔根本没想这些。放心吧，小姐，真到了你非嫁人的那天，我不会把你关起来，也不会让你身上留下伤疤的。平淡的语气像是在陈述事实，他并没有理解艾安娜话中有话。小姐就在这里休息一会吧，我去找个地方给马喝水。来到小河边，因为剧情需要，一阵风把艾安娜的手套给吹进河里小石头上。阿贝尔直接下去捡起来，都说了不要手套也没事的，那可不行，直接用手抓缰绳会伤到手的，我见不得小姐受伤的呢。不过这小河还挺深的，衣服都打湿了。若隐若现的肌肉让艾安娜羞红脸转过头去，可恶可恶，脑子中怎么多了些奇怪的想法？小姐别转过来哦，我得先把衣服弄干，找了个眼光最耀眼的地方，把水拧干就行了。生火烤的话会耽搁小姐的时间的。阿贝尔的恶魔印记也在胸口，还有很多疤痕，还有那根独属于艾安娜的项链。而前方的艾安娜实在忍不住的偷偷回头，她震惊的睁大了双眸，印记竟然是一对的吗？哎，小姐你干嘛呢？这样很容易让人误会哦。而就在阿贝尔转过身去的时候，那一背的伤疤，艾安娜顿时愣在原地。前世和他待在一起10多年，她太清楚了，阿贝尔身上不可能有这么多疤痕，男人却是无所谓的样子。别激动啊，小姐，这些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不过是一个恶魔在漫长岁月中留下的些许风霜罢了。接着他们便准备返程，他单膝跪在地上，用腿给艾安娜当作上马的踏板。10多年前阿贝尔是没有恶魔印记的，还有那些伤疤，他肯定是对我瞒了什么事情。难道他是后面才成为恶魔的吗？亦或者在我被埃雷兹抓走的时间内，他到底经历了什么？